爹娘，等我身子好些了，我只想驾驭那猎户，安稳度过余生。我告诉你，袁盼儿，这事儿你想都别想。县里的绣坊看上你的手艺了，我们替你签10年长契。10年后做得好还有赏银，家里侄儿也会给你养老，比跟着猎户受苦强100倍。我13岁被你们送去陈家冲喜，婆婆不喜，丈夫不爱。和离回来之后，我靠绣花供哥哥娶亲，给弟弟凑学费，我什么都依你们。丫头片子早晚是别人家的人，能拿银子补贴家里是你的福气，别不知好歹。为了200两，你们就要毁了我最后一点念想，你们好狠的心！我是被活活气死了吗？怎么还有心跳？袁家妹子，你家商量的如何啦？我今日是定要得个回话的。王媒婆，我实在是没法子了。盼儿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陈家儿子病重，死活不愿意。大妹子，陈家小子要不是生病了，哪里轮得到你家姑娘？10两银可不少了，15两银子成就成，不成拉倒，上台找别家姑娘去。15两，这都快够买2亩薄田了。我养她这么大，吃的穿的哪样不是钱？15两，我保证她乖乖上轿，少一个子儿我就当她病了，嫁不了。成，我再去说道说道。黑钱妇还想跟我斗？我重生回到了给陈之礼冲喜的时候，前世陈家冲喜本没选我，是他青梅竹马家避之不及。这次陈家，我会拼尽全力留下来。至于园子，我绝不可能再像前世那样当牛做马，任人摆布。清早别在这儿给我装死，陈家的事儿你到底答不答应？你明知道陈家大郎病入膏肓，为什么还要我去冲喜？你是要我去守活馆吗？胡说八道！陈家家境殷实，你嫁过去就是享福。再说了，万一那陈家小子真没福气，我们还能亏待你，到时候娘家把你接回来，再给你找个好人家。哼，接我回来是想拿着陈家的彩礼再把我卖一次吧？你个死丫头！我养你这么大，让你帮衬家里怎么了？要我嫁可以，15两彩礼，你们留下10两，剩下的5两必须给我。另外，我必须立下字据，断绝关系。什么断绝关系？你疯了！从此以后，我的生死嫁娶都与袁家再无半点干系。若是不答应，我宁可一头撞死，也绝不上那花轿。真是反了天了！这事儿由不得你，我已经跟王媒婆说好了，3天后你就给我乖乖上轿。那我就死在陈家大门口，我看他们陈家还敢不敢要一个晦气的死人冲喜！好你个白眼狼，我看你还能横到什么时候？姐，你别跟娘置气了，我刚都听到了，你怎么能说断亲这种话呢？你来做什么？姐，我是关心你啊，陈家家境那么好，吃穿不愁，你能嫁过去是你的福气，你就听娘的话吧，别闹了。这么好的福气，不如给你。袁盼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是你亲妹妹，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，想让我去守活馆吗？你心怎么这么狠？你也知道是去守活馆啊？你不可理喻。福气，从小就把家里的脏活累活都推给我，自己躲在房里描龙绣凤。15岁定亲，哭着闹着让我把娘给我唯一一只银手镯让给你当嫁妆。我的好妹妹，你的眼里从来就只有你自己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为任何人活。这袁家，我断定了。袁大嫂，袁大哥，今日上门，我们陈家凑足20两彩礼，日后袁家和陈家断绝一切往来，这是断亲契书。这断亲，盼儿她……你犹豫什么？断亲有什么不好？白得20两银子，赶紧画押。婚服我带来了，交给王媒婆转交，我先进去不方便。死丫头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去换衣服。20两银子就买断了我和这个家的所有关系。也好，断了便再无牵挂。这死丫头，冬天衣服也不给她多带2件，省得她到时候回来找我要。这辈子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袁盼儿。来了就好。这是老太太的意思，知礼并重，婚事一切从简，不办酒席，你进去吧。
你就住这儿了。知礼，你先盖头吧。你辛苦了，一个冲喜的丫头，看着比我还瘦弱，也罢，不过是个过场。他身体虚弱至此，已是回天乏术。不过，上一世我在山林救了一个老大夫，靠着他给的解毒丸治好了陈之礼。这次我不仅要救活你，让你陈家一辈子都欠我这份情。既然进了我们陈家的门，以后就别叫我什么大娘了，叫我婶子吧。是，婶子。春燕，待会儿带她去西厢房，以后她就住那儿。知道了，娘。麻烦小姑了。别叫我小姑，叫我春燕就行。总比汪家那个女人好。见我哥病了就立刻退婚，真是薄情寡义。若是这陈之礼始终无益，大不了去西山找那个王岐山结亲。再不行，我就立个女户自己过。现在得好好养养这身子。对了，9月初6一定要去救下那位老大夫，拿到那个护肤美白的方子。这丫头手艺还真不错。是比你做的好吃。就你嘴贫。这汤补身子，你多少喝点。春燕，扶我回去。这姑娘我看比那个汪雪莲强多了，勤快又能干。再好又如何？知礼的心思不在她身上，等她病好了，哪能看得上她这种出身的？话是这么说，但人既然进了门，咱们也不能亏待了人家。我看她身上穿的单薄，明天我教她做做衣服，再学点绣活，好歹有个傍身的手艺。谁打来了？你洗漱吧。放下吧，我自己来。到底是对不住她，可是我病好了，还是要娶我心仪的女子。我可以看看这些书吗？你看得懂？在家时跟着弟弟认过几个字。这是《三字经》，你先看这个吧。和娘家断了亲，以后她又能去哪儿呢？这丫头眉眼生的倒是极好，就是太瘦了，得好好养养。哎呦，吴家妹子，今儿怎么有空过来啦？黄姐来买些绣品，顺便扯几尺布，再买些针线。哟，这绣工可真不赖。吴妹子，你家新请的绣娘？是我家新来的姑娘，手巧着呢。这都是上好的料子，特意给你打了折，还送些布头，回去做鞋垫正好。多谢芳姐，你们瞧瞧，喜欢什么料子自己选一块，回头我教你们做身新衣服。这绣活要是做得好，挣的钱就归你们自己。谁稀罕他的钱？谢谢吴婶，这陈家倒也宽厚，有钱傍身，我的计划也能顺利些。前世侯家绣坊的技艺，看来我真得好好利用。吴婶，这块就行。是个懂事儿的。哼，婶子，家里调料没了，我去买一点。掌柜的，给我抓些白术、茯苓、甘草。好嘞。1两银子红包，买药材和调料就去了900多文，只剩下几十文了。幸好分了2家买，才不引人怀疑。等回去了，就把这些药材研磨成粉，先用这些药粉稳住陈之礼的病情。等汪雪莲退亲的消息传到，他要是再病重，就说我寻了仙药，能救他性命，这样既能救了他，又能让陈家感激我。这药粉要搓成15丸，每天少量服用，能缓解他体内毒性。这丹青美白护肤，前世在侯府我可没机会用。这里汤好了，趁热喝。谢谢。还是这副冷冰冰的样子，这可恶的男人！要不是看在救你还能换来陈家的人情，我才懒得怪你。前世吴婶对我冷言冷语，这一世她却对我如此细心，看来我这次真的能掌控自己的人生。知礼，你怎么了？快扶你回屋歇着。娘，你看看村里那些长舌妇，什么话都敢说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哥都这样了，你还吵吵嚷嚷？还不是王雪莲那个贱人，她定亲的消息传遍了，村里人都在那儿说我哥。那方家当初上门求亲，被他们羞辱了一顿，王雪莲还躲在后面冷眼旁观。知礼啊知礼，你怎么就看不透那个女人呢？知礼怎么样了？还是老样子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脸色吓人。要是今晚情况不见好转，明儿一早我就去县城找富明那小子过来看看，实在不行就送到庆州府找名医。这陈之礼真是痴情盲目，为了个外人不顾自己身体，不顾父母担忧，也全然不顾我这个拜过堂的冲喜妻子。
无事，我这就去县城请大夫，你好好照顾知礼。陈公子，把粥喝了吧，你一晚上都没吃东西了。陈公子，虽然你心里难受，可也不能拿自己身体开玩笑啊，爹娘还在外面担心着呢。滚！谁让你进来的？陈之礼，你够了！为了那个汪雪莲，你值得吗？辜负父母，糟蹋自己。等你病好了，我们就和离，我绝不耽误你。粥，他听进去了，慢点喝，小心烫。看来救活陈之礼，拿到陈家的谢礼后，便能彻底离开陈家了。到时候嫁给王岐山，过自己的日子，总好过在这儿纠缠不清。我好了，你就可以嫁给别人了。是啊，到时候我就能寻个好人家，过自己的日子了。这个死丫头，当着我的面就说二嫁，真是不要脸！富明哥，快来看看知礼。富明兄弟，你可算来了。知礼他昨儿夜里突然高热，吓死我了。现在热是退了，可人一直昏昏沉沉，脸色也难看得很。嫂子别急，我先看看。知礼这脉象不寻常啊，他并非只是染了风寒或是寻常病症。那是什么？富明兄弟，你快说啊！他这症状脉象显示像是中了剧毒，而且毒性极烈，寻常手段根本解不了。剧毒？这怎么可能？知礼他平时深居简出，怎么会中剧毒？我也不知缘由，但从脉象来看，此毒非同小可。那知礼他岂不是没救了？我的儿啊！嫂子先别哭，眼下只有一个办法，尽快送知礼去府城。府城名医汇聚，或许能找到奇人异事，有解毒之法。去府城，现在就去！富明哥，我求你跟我一同前往，路上好歹有个照应。我只有知礼这一个儿子呀！罢了，咱们是自家兄弟，这种时候我岂能袖手旁观？我这就去回春堂跟掌柜告假，咱们即刻启程。吴婶、陈叔、富明大夫，其实我这里有解毒丸。胖儿，你说什么？什么解毒丸？我之前在城外救过一位老人家，他为了报答我，给了我几颗药丸，说能解百毒。我当时不知道知礼哥是中毒，所以一直没提。解百毒？小丫头，你可知剧毒种类繁多，哪有药丸能解百毒的？不过事关知礼性命，你速把药丸拿来给我看看。这里面还真有几种是解毒的药材，可我不懂毒，我不敢随便给他用。这样吧，富强，收拾，你们现在就带知礼走。哎，这都走了2天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府城。知礼这孩子可千万要撑住啊！儿他娘，别担心，咱们带的银子应该够给知礼看病的。这是我2辈子第一次出远门，府城那里应该有我的一席之地。知礼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娘啊！怎么了？富明兄弟，你快看看啊！不好，毒性突然爆发，进入心脉了。这脉象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想想办法呀！我的儿啊！陈叔、吴婶，快把解毒丸给知礼哥服下，这是唯一的希望了。啊，对，药。脉象稳住了，毒真的被压住了，知礼有救了，真的有救了！盼儿，你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！好孩子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我陈家绝不亏待你。能救知礼哥就好。陈知礼不喜欢我，他们就从没有真正拿我当儿媳妇。有了后来好几年绣花的宫廷，就算是立女户，过日子也不愁了。更何况王岐山会相中我，当然。让陈家人在外村找一个人家也是可以的。如果儿子一直不愿意，也只能收盼儿当个干女儿，帮着从好人家给嫁出去，再多给一些嫁妆吧。盼儿，你放心，以后婶儿就把压箱底的绣活手艺全都交给你。你绣出来的东西卖了钱，1文都不用上交，全都你自己攒着当私房钱。对，你吴婶说的对，我们陈家绝不亏待你。他救了我的命，爹娘只是怕他提别的要求，说他想，便取了这夫妻名分，也算是报恩了。陈叔、吴婶，你们言重了。我心里明白，我跟知礼哥只是为了冲喜的便宜夫妻，算不得真。如今我跟娘家那边也彻底掰了，短时间里实在没个去处。盼儿，所以我想求叔和婶儿收留我一阵子，等日后攒够了钱，要么我就找一个无父无母、条件普通的人家嫁了，省得有婆婆嫌弃。要么就干脆立个女户，自己一个人过。傻孩子，说的什么胡话？
什么丽女护啊，婶儿绝不让你走到那一步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认我们当干爹干娘，以后我们给你寻一门顶好的亲事，风风光光嫁出去。是啊，盼儿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，你安心住着，只管做你的针线活，没人会赶你走。改嫁？他就这么急着要跟我撇清关系吗？我们好歹也拜过堂，他怎么能当着我的面就把改嫁的话说得这么轻松？知礼，快再喝点粥。盼儿，你也歇会儿，别累着眼睛。这绣活果然是门好手艺，只要我用心学，将来肯定能靠这个立足。陈家儿媳的身份本就不属于我，还是早些放下不该有的念想才好。看，他心里根本没有我。袁盼儿啊，袁盼儿，你可别再犯傻了。救命之恩是真，可他一心想着离开也是真。这个女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好厉害的邪毒！这毒性之霸道，老夫行医数10年也属罕见。大夫，我儿他还有救吗？求求您救救他！看脉象，这小伙子似乎是服用过什么特效的解毒药，强行压制住了毒性，才勉强撑到现在。大夫真是慧眼如炬。昨日我这侄儿在路上毒发，正是服了解毒丸才捡回一条命。大夫，您请看，就是这个药丸。这药丸的香气，莫非是百毒丹？只是炮制的手法看着有些粗糙。这位老弟，这百毒丹不知你们手上还有多少？老夫愿意出5两银子1颗，有多少我们仁心堂收多少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这药是我们家盼儿给的，总共就剩下这5颗了，得留着给我儿每日1颗，连服5日，才能彻底清除余毒。原来如此，这老夫唐突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在府城找个客栈住下，待他服完这5日的百毒丹，老夫再给他开一副调理内脏的方子，固本培元。明日一早就让这位姑娘一个人来取药方便了。我的命当真是他救下的，5两银子1颗的百毒丹，他竟然随手就拿了出来。这个女人身上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？我的天，一颗药丸就值5两银子，当初花了15两银子替他冲洗，本以为亏了，没想到他随手就拿出价值几10两的东西来。这么算算，咱们家好像还赚了。只卖这一次，不算对不住顾老大夫吧？就卖这一次，有了这笔钱，以后不管是丽女护还是做别的，都更有底气了。富强，你们真准备认了这个儿媳妇？知礼不喜欢她，喜欢的是书香门第的。昨日车上那丫头知道知礼看不上她，让我尽可能帮她立个女护。话虽如此，可盼儿姑娘毕竟是知礼的救命恩人，而且她为了知礼，如今跟娘家也彻底断了。我们陈家不能亏待了她。若是他们俩实在没缘分，我就认盼儿做干女儿。到时候寻一门顶好的亲事，多添些嫁妆，让她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人家早已经打算好了，要找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叔子没有公婆管着，这哪里是我看得上看不上的？老东家，这种药丸您真的收？不是只有那几丸吗？他们不知道，老大夫给了我2瓶12丸，我还有6丸。陈家2口子不是你爹娘吗？我是半个月前给陈知礼冲洗的，叔婶人都很好，可我不算他家真正的儿媳妇，我想留点私房钱。冲洗也是成亲，更何况你还救了他儿子的命啊！知礼哥读书很好，本准备今年院士的，我跟他不相配，不想一辈子困住他，将来找一个跟我匹配的人过日子也很好。丫头，你是个通透的，要给我按6两1颗收了。多谢东家。吴婶儿，这是给知礼哥抓药剩下的钱。盼儿，这钱你自己留着做零花钱吧，你辛苦跑一趟，这点小钱算什么？知礼的药效神奇，但百毒丹这事儿千万不要对外张扬，万一让袁家知道了，又来寻麻烦，或者有那不怀好意的人知道我们手里有这药，上门求药，可就麻烦了。你说的对，这事儿关乎咱们一家安危。陈叔，吴婶，我明白的。有了这些银子，再加上我的绣艺，将来我袁盼儿再也不用看人脸色过活了。知礼的病好了大半儿，这盼儿
就这般懂事通透。若是能暗中撮合他们，说不定啊，也是一桩美事。老东家，我儿他怎么样了？恭喜呀！令郎体内的余毒已经全解了，迈向平稳有力，已无大碍呀！多谢老东家，多谢老东家救命之恩。别谢我，我开的药不过是些辅助调理的罢了。真正救了令郎性命的是盼儿丫头给的那颗百毒丹呐！小子，你记住，大病初愈，元气太伤，回去之后必须静养2月，切记不可动怒，也不可多思劳神，否则恐有伤寿元呐。学生谨记先生教诲。一共20包药，6两银子，诊费就免了，全当是我和这丫头的缘分。老东家真是活菩萨，我们陈家给您立长生牌位。好了，知礼没事了，咱们也别在这儿多待了，收拾东西，这就退房回家。好，回家。这次多亏了盼儿，不但救了知礼，还给咱们省下了一大笔银子，不用跟你大哥开口了。救命之恩大于天，难道真的要以身相许才能报答吗？可我心中所想的妻子，并非是他这般模样。36两银子足够了，百毒丹不能再卖了，得留几丸以防万一。等回到村里，我就靠自己的绣艺，一定能攒够丽女户的钱。陈叔、吴婶还有知礼哥，咱们回村后，关于知礼哥中毒和百毒丹的事儿，千万不要再提了，免得被我娘家那边的人知道，又来纠缠不清，惹来麻烦。盼儿说的对，就说是在府城遇到了神医，开了神药治好的。对，就这么说，盼儿想得周到。重活一世，我再也不会任人摆布了，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只有靠自己才能活出个人样。如果去献血，起居饮食总要有人照料，叫这丫头去，怕是不合适，除非自己决定了，愿意她当自己真正的娘子。知礼，我的好侄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二弟弟妹，路上还顺利吧？知礼的病到底怎么样了？大哥大嫂，先进屋说，知礼没事了。大哥大嫂，有件事儿你们听了之后，切记要烂在肚子里。知礼这次能捡回一条命，不是府城的大夫厉害，是盼儿这丫头拿出了一颗神药救的。什么？这事儿关乎盼儿的身家性命，万万不可外传。对外我们就咬死了，是府城神医的功劳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二弟，你放心，这丫头就是我们陈家的大恩人。二他娘，大晚上的叹什么气啊？知礼的病好了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儿。当家的，我是在愁盼儿的事儿。盼儿她怎么了？你想啊，这丫头如今跟咱们回来了，可她的户籍还在袁家，她那个娘和哥嫂是什么德行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要是让他们知道盼儿在我们这儿，还不得天天上门来闹啊？咱们得尽快把她的户籍迁出来才行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要么就让她落在知礼名下，当咱们的儿媳妇。要是孩子们没那个意思，咱们就认她当个干女儿，也算有个名分，往后也能替她寻个好人家。这事儿关乎知礼和盼儿一辈子，还是得问问知礼自己的意思。爹娘，知礼，爹娘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盼儿户籍的事儿。救命之恩理当以身相报。她虽不是我心中良配的模样，但品行纯良，就把她的户籍落在我的名下。好，娘就知道你是个有担当的。但是爹娘，我和她年纪都还小，这件事请先不要告诉她。说2年后我们彼此都无异议，再办婚事不迟。知礼考虑的周到。还有，我这次中毒之事，处处透着蹊跷，只是我们家无权无势，怕是难以追查，事后行事必须万分小心。等知礼去县学读书，我带着盼儿和春燕也去县城住。到时候知礼上学，我们做绣活，赚点钱补贴家用。可我一个人在家，谁来照应？我准备跟大哥大嫂商量商量，让知文知行也跟着去县学。平时家里就让大嫂多过来帮衬着点儿。这个主意好，大嫂性子好，肯定会帮衬。那县学的事儿，你心里有谱吗？镇上的学堂，一家说是要停办，另一家是汪雪莲的新婆家办的，咱们是万万不能去的。县学是最好的选择，学风严谨，知礼去了也能安心读书。不管怎么说，知礼读书是大事儿，这钱咱们省吃俭用也得供出来。那是自然。大哥大嫂，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。弟妹，你说有什么事儿？咱们2家还客气啥？知礼要去县学读书了，要不让知文知行也跟着知礼一起去县学吧？兄弟几个能互相照应，我们也好一起照顾他们。弟妹，这感情好啊！我们正愁知文知行的学堂呢。真是太谢谢你了。
我们正发愁这事儿呢。只是现学束修不便宜，知礼一个人就够咱们吃力的了，再添知文之行，咱们家恐怕也负担不起。是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先让他们去县学试试，能省就省。知礼说了，他可以去县城买些纸笔，再帮书铺抄抄书，也能省点买书钱。他那手字抄出来的书可比买的便宜多了。这样也好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盼儿啊，你这手艺真是越来越巧了，这鸳鸯绣的活灵活现的，比我绣的都好。吴婶过奖了，都是您教的好。在陈家再住1年半载也好，正好可以跟着吴婶学绣艺，多攒些钱。还有顾老大夫，到时候我得想办法救他。娘，盼儿姐姐绣的可快了，我绣1朵花的时间，她都绣完1只鸟了。盼儿这丫头真是天生吃这碗饭的，有她在，咱们家的日子肯定能好过。他的绣艺确实进步飞快，人也越发灵动了。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一场祸事，一切都变了。我户籍上有了发妻。哎呀，这不是富强家的弟妹吗？可真是巧了，在这县城都能遇上。嫂子，可不是嘛，真是巧，你们也来县城置办东西啊？是啊，雪莲想买些新料子做衣裳，我陪她过来看看。你家知礼这身体可真是好全了，脸色红润，精神头十足啊！当初可真是吓死人了。汪雪莲看陈知礼的眼神，原来她真的喜欢过陈知礼，只是当初知礼病重，她怕了，现在知礼好了，她就后悔了。娘，我们还要去绣坊呢，赶时间。是啊，嫂子，知礼好了，多亏了盼儿这丫头，我们还得忙，就不多聊了，改日再续。娘，我后悔了，羽翼飞连给陈知礼提鞋都不配，我要退亲，我要嫁给陈知礼。胡闹！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于家是咱们门当户对的好人家，于秀才也是有功名的人，你爹正一心想冲击举人，名声最重要，岂能容你做出退亲这种丑事儿？你若敢退亲，你爹非打断你的腿不可。可是娘，没有可是，你给我把那些不该有的念头收起来，安安分分嫁过去，做你的于家少奶奶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许再跟陈知礼有任何瓜葛，听见没有？娘，你看那个王雪莹，当初知礼哥病重，她跑得比谁都快，还赶紧找了于家定亲。现在知礼哥好了，她又摆出那副样子，真是不要脸。行了，春燕，别说了，咱们跟那种人没什么好计较的。别把心情弄糟了。知礼，咱们先去医馆复诊，然后去书铺，你顺道跟掌柜的聊聊，看7月县学附近有没有合适的屋子可租。好，盼儿、春燕，咱们去绣坊，把手上的活交了，再接些新的。1个时辰后，城门口汇合。知道了，吴婶。汪雪莲的出现，她竟然毫无波澜，是根本不在意，还是根本就没看懂？吴嫂子来了，快坐。六娘子，这是我们新绣好的东西，您给看看。吴嫂子的手艺没得说，一共1两225文。春燕这10条帕子100文，盼儿这丫头手巧，这花样啊绣得活灵活现的，16条帕子160文。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靠自己的双手挣到的第一笔钱，虽然不多，但这是我安身立命的开始。知礼的身子得好好补补，但又不能补得太过了。我去买些大骨和猪肚温养着来。盼儿姐，你看这个布花多好看！老板，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了。盼儿姐，这个送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哥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呢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陈燕，这布花做工普通，用料也一般，绣坊里总有许多剩下的边角料，如果能利用起来，做成更精美的头花，或许是条不错的财路。我得尽快攒够钱。陈家虽好，却不是我的长久之计。知礼哥，汪小姐，请自重。知礼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那时候是鬼迷心窍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，我可以去跟于家退亲，我这就去。不必了，汪小姐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更何况我已经有妻子了。不可能！爹，我们走。你疯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我跟你说的话，你都当耳旁风了。娘，你放开我，我要去找他。闭嘴呀！你爹为了举人的功名，最看重脸面，你敢去退亲，他会打断你的腿。再说，你没听见吗？人家已经娶妻了，就算你上赶着，陈家也不会再要你，你只会让我们汪家成为全县城的笑话。给我回去！盼儿，你这绣活真是越来越好了，绣坊的张娘子都夸你呢，还有你做的饭菜，比我娘做的都香。春燕姐，你别夸我了，都是吴婶教的好。
我是真心觉得你好。你以后要是嫁人了，我们可怎么办？嫁人？我早将他的户籍落在了我的名下，她已是我陈之礼的发妻。只是她年纪还小，现在挑明，怕是会吓到她。先当家人养着吧。谁啊？请问这是陈家吗？我找我姐姐袁盼儿。你们不是签了断亲书吗？她跟你们袁家早就没关系了，这里没有你的姐姐。姐姐，我是梅子，你出来见我一面啊！吴婶儿，盼儿姐，不好了，袁家的人找上门了。谁来了？是袁盼儿她妹妹袁梅子。我不见，从他们收下银子签下断亲书的那天起，我就没有娘家了。盼儿，可毕竟是亲姐妹。娘，你忘了，他们当初就是想多要一份聘礼，还想着以后把盼儿姐再要回去卖一次呢。对，我怎么忘了这茬？这群吸血的蚂蟥还敢找上门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脸来。婶子，你就让我见见我姐吧，我好想她，爹娘也都很挂念她。哼，少来这套！你们家做的什么龌龊事，自己心里清楚。当初为了银子把亲闺女儿卖了，现在又来假惺惺，赶紧滚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陈之礼可是要考科举的读书人，要是村里传出去，说你们陈家苛待妻子的娘家人，坏了他的名声，他这辈子都别想出头。只要能留下，等我把绣活学好了，到时候陈家的好日子就是我的。我呸！哼，你个黑了心肝的小蹄子，还敢威胁到我们家头上了？看我不打了你的嘴！啊！你这个疯婆子，你敢打我！盼儿做得对，这样的娘家不要也罢，绝不能让他们再来纠缠。娘，人走了吗？走了。我跟你说，陈岩，以后再看到那袁梅子，门都别给她开，一句话也别跟她说。知道了，娘。那丫头看着年纪不大，心思可深着，厉害得很。可她跟盼儿姐是亲姐妹啊，怎么性子差这么多？就是因为盼儿心善，才在袁家受那么多欺负。你啊，以后别想这些有的没的，多跟你盼儿姐学学绣活和做饭，那才是正经事儿。我知道了。盼儿，别怕，你做得对，那样的娘家不认也罢。以后他们要是再敢上门，婶子给你挡着，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最近天热了，我想着明天上山采些忍冬花，晒干了泡水喝，能清热解暑。知礼哥身子喝这个，对他身体也好。正好我明天没事儿，我陪你一起去，山上不安全。怕什么？咱们跟袁家签了断亲书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她一个黄毛丫头还能翻了天？可他拿知礼考科举的事儿威胁我，万一他到村里到处乱说，败坏了知礼的名声，可怎么办？哼，不认他们这种亲戚，还是保全了知礼的名声。再说断亲书上写着，谁要是反悔，得赔10倍的银子，借他们10个蛋也拿不出这笔钱。话是这么说，还好我们没告诉盼儿，他的户籍已经落在咱们家，成了知礼的妻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更麻烦。我知道咱们儿子是人中龙凤，将来前途无量。可盼儿这孩子，咱们也确实亏欠了他，这亏心事儿咱不能做。你果然还是很亲事，我就是心如剑冷才异，我多回一个世人的家人，最后落得那般凄惨的下场。这时，我却不再犯同样错误。袁家可不再挂科的论，得想办法去拿人家科子家的利益，我的命运必须握在自己手里。七叶草、断肠花、鬼见愁，还差3味，不过这些也能够配置基础的防身毒药了。盼儿，这边忍冬花多，快过来！来了，婶子，我刚刚好像看到几株别的草药，以前在书上见过，说是和忍冬花配在一起效果更好，就是记不太清具体功效了。你这孩子还爱看医书呢，不认的就别乱采，采错了可不得了。我知道的，婶子，我就是采些我认得的。他似乎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我把户籍落在自己名下，将他当做家人，究竟是对是错？盼儿，这些不是忍冬花，这是什么？你采来做什么用啊？婶子，这是我认识的几种能卖钱的草药。我想着爹的雕刻活太伤手了，不如我们全家都上山采药，让富明哥照着书画出图样，这样既能挣钱，也能让爹歇歇手，还能帮衬二叔家。好孩子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这个主意好。晚饭时我就跟你叔说。婶子，我身子有些不爽利。
别怕，是月事来了吧？这是好事儿，说明我们盼儿长成大姑娘了。太好了，这孩子身子骨没问题，以后肯定能给知礼生个大胖小子。当家的，我跟盼儿商量个事儿，咱们别让富强再做那伤手的雕刻了。以后我们一家人上山采药去卖，怎么样？采药？咱们大字不识几个，哪认得什么草药？采错了，吃出人命怎么办？盼儿认得好几种呢。他说可以让富明照着草药图谱画下来，咱们照着图采，准没错。这样执行也能多点钱买笔墨纸砚。这倒是个办法，能帮衬你弟弟家也好。叔，我就是好奇问问，咱们大梁女子可以自己立女户吗？立女户？他果然从一开始就盘算着要离开陈家。立女户这个叔还真不清楚，咱们村里祖祖辈辈就没听说过这事儿，都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。你这孩子问这个做什么？快吃饭，菜要凉了。果然如此，从一开始就在为自己找退路。我将他的户籍落在我的名下，他便是我陈之礼名义上的妻，岂没有半点为人妻的自觉？前世，再过不久，临边的锦州府就会大涝，粮食绝收，粮价暴涨。我手里这30多两银子，正好可以趁现在粮价还未上涨时，全部囤积粮食，等粮价涨起来再抛售，便能赚取第一笔安身立命的钱。到那时，无论是立女户还是远走高飞，都有了资本。陈之礼暂时就再忍耐他一阵子吧。爹爹，爸，夫君，我竟然梦到了他，还做了这等荒唐的春梦。定是白日里被他那些心思扰乱了心神，才会如此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百毒丹所需的药材终于齐了，限制10万防身。此物太过阴损，绝不能再假他人之手售卖。盼儿，你这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，这鸳鸯绣的跟活的一样。婶子过奖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我带你去县城把这绣品交了，顺便去医堂问问你采的那些草药，他们收不收？要是收，以后咱们一家人就靠这个挣钱。好，都听婶子的。挣了钱，我想先给大家扯几尺布，做2身凉快的下山。娘，盼儿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那个袁梅子又来了，她还带了个妇人，在门口嚷嚷，说是盼儿你的亲娘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来找我闺女，听说她把你家病秧子给冲洗冲好了，这可是天大的福气。我们家盼儿这么大功劳，你们不得再给点补偿？补偿？你们为了5两银子把盼儿卖给了我们家，从此恩断义绝，这可是在官府备了案的。我不管什么断亲书，现在反悔了不成吗？想了断干净，可以再拿出50两来。5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我不管，没钱我就去知行读书的县学门口闹，我就说你们陈家仗势欺人，买了我闺女还不给钱，我看她以后还怎么考功名。别吵了，我最近总听村里人说我长得跟你们家一点都不像，都说我是你们从路边捡来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就是我生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敢不敢明天跟我去一趟县衙，咱们滴血认亲？要是在公堂之上血融了，证明我真是你亲生的，我二话不说跟你回去。要是血不融，果然我猜对了。你这个不孝女，竟然咒我们！好得很。这个女儿我不要了，梅子，我们走。真是晦气，养不熟的白眼狼。盼儿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婶子，我只是看他心虚诈他的，不过我确实不像他们任何一个人。从小到大，他们对我的苛待也不像对待亲生女儿，所以我就大胆猜了一次。别怕，从今往后陈家就是你的家，婶子护着你。看那婆娘心虚的样子，短时间内是不敢再来了。娘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打你都怪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你看人家袁盼儿现在攀上高枝了，在陈家吃香的喝辣的，还有人护着你呢，就知道在家吃闲饭。袁盼儿凭什么她就能留在陈家过好日子？她不过就是个捡来的野种，那样的好日子本该是我的。脉象沉稳有力，气血畅通，果然是药到病除啊！你这毒解得彻彻底底，恢复的比我预想的还要快，真是奇了！当初那解药当真神效啊！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堂兄，这是盼儿去山上采的药，你看看这能收吗？哦，这是五灵芝，还有雄黄，品相都不错呀。按理说我们医堂不收散户的药材，但既然是你们带来的，这样吧，这些我按市价收了。下次让富强来的时候，我给他一本草药图，以后你们自己去山上采药，也能补贴家用。那真是太感谢陈大夫了。
哎，不必客气。对了，知礼啊，你身子好了，可有什么打算？之前你爹不是说想让你在城里租个房继续读书吗？我这几天留意着，若有合适的，我就帮你问问。啊，多谢陈大夫。陈公子，你这字迹工整，抄写的也极快，真是少年英才。掌柜的谬赞了，这里还有一本《论语》注解，字数更多些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抄？工钱还是1两5钱银子。我愿意。掌柜的，劳烦帮我取些练字用的纸墨。好嘞，你等等。这几张毛边纸送给你的小妹妹，全当练手。多谢掌柜的。知礼，你这孩子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这纸墨沉甸甸的，别帮你提。盼儿这孩子真是懂事，去了一趟县城，还想着给家里人做衣裳。哼，只是爹还是有些担心，那袁家婆娘瞧着就不是省油的灯，怕是日后还会来纠缠。知礼啊，爹知道盼儿救了你，我们全家都感激她。可若你心里不喜她，爹也不想勉强，毕竟救命之恩不能捆绑你一辈子的幸福啊。爹，既然他已落我陈家户籍，我便不会在意袁家那些麻烦。看来儿子对盼儿确实没有半分心思呀，回去还是跟娘子好好谈谈。救命之恩是得报，但不一定非得扯上儿子一辈子的幸福。瞧瞧我们家这新宅子，这才是人住的地方，5间大瓦房，多敞亮。还好当初机灵，多跟陈家要了那5两断亲银，不然这宅子哪能盖得这么顺当？当家的剩下的7两银子，正好给有文当聘礼，等将来梅子嫁出去了，收了彩礼，有武的聘礼不就也有着落了？唉，孩子他娘，你当初真不该多要那5两银子，为了盖这房子，跟盼儿把亲都断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懂什么？妇道人家的头发长见识短，就算不要那5两，那死丫头就不跟我们断了，她心都野了。这钱拿得正好，解了咱们家的大难题。我跟你说，我又有主意了。陈家那个吴氏不是绣活好吗？盼儿那丫头手也巧，我们让盼儿去教梅子，等梅子学好了，将来也能凭这手艺嫁个好人家，多要点彩礼。你疯了！我们都跟他断亲了，文书都立了。再说你跟梅子去了2次，哪次不是被人家赶出来的？还去纠缠什么？断亲？我那是真想断吗？我那是为了让她好嫁过去冲喜。那死丫头就是一时赌气，跟我置气呢。你放心，从明天起，我们一家人轮流上门去说好话，她还能铁石心肠不成？再说了，那陈知礼可是要考功名的读书人，最重名声。我们把断亲是为了他家冲喜的事一说，他为了自己的前程，敢不认这门亲？可盼儿在陈家人面前说她不是你亲生的，他那是恨我送他去冲喜，胡说八道的。再说了，亲生的又怎么样？丫头片子哪有小子金贵？养他这么大，不就是为了给有文有武换聘礼的吗？为他2个哥哥牺牲，那是他的福分。都是我没用，对不住了盼儿。哼，一个丫头片子还能翻出我的手掌心？等着吧，攀上了陈家这棵树，以后我们袁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大嫂，你家盼儿也太能干了，这才来多久啊？听说她做绣活1个月能挣1两多银子。弟妹，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外说，咱们自家知道就行，免得招人眼红，惹来是非。前几日我去见了富明，从他那儿借来了草药图谱，镇上的医堂我也问过了，掌柜的说只要药材对，他们都收。等夏收忙完，咱哥俩就上山采药，以后这营生就交给你和弟妹，挣的钱给2个孩子读书用。哎，大哥，这可不行，这是你找来的路子，要干咱兄弟俩就一起干，赚了钱2家平分，我不能占你便宜。好，那就一起干。盼儿姐，你的绣活那么好，能不能帮我也做件下山啊？你看这料子，我娘刚给我扯的。我就是自己瞎琢磨的，手艺上不了台面，怕做不好，耽误了你这好料子。前世做了9年的针线，从简单的缝补到复杂的绣样，这点活还不是手到擒来？阿姨，你就别谦虚了，娘都说你的手艺比智商绣娘还好呢，就帮我一次嘛，好不好，盼儿姐？好，我试试。不过做坏了你可不许哭鼻子啊！太好了，我就知道盼儿姐最好了。知礼的书生袍也穿得旧了，盼儿，不如你也帮他做一件新的。好啊，伯母。既然如此，我每日也该抽些时间教你和春燕识字练字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谢谢知礼哥。啊，还要练字啊，好麻烦。谁啊？大白天的这么吵。
怎么又是你？我们家不欢迎你，赶紧走！死丫头没大没小的，活成我家盼儿，有你什么事？袁家嫂子，你3番5次上门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哎呦，陈家弟妹，你可算出来了，你得为我做主呀！我做什么主？断亲文书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衙门里也备了案。你再敢来胡搅蛮缠，信不信我直接报官抓你？我不是来闹的，我听说盼儿这孩子在外面跟人胡说，说他不是我亲生的，我这心呀是被刀子剜了一样疼。我今天把六婶子请来，就是来作证的。六婶子，你快跟大伙说说，盼儿她是不是我10月怀胎辛辛苦苦生下来的？当年你怀着娃的时候，肚子确实是挺大的。你不是给我接生的吗？你快说呀！哎，你可别瞎说，我哪给你接过生啊？我就是看你挺着大肚子好几个月。别演了，你看看我，再看看袁家的哥哥弟弟，我们哪有一分相像的地方？从小到大，我为袁家做的活还少吗？洗衣做饭、喂猪、砍柴，我早就把你们的养育之恩还清了。我们已经断了亲，从此以后婚丧嫁娶各不相干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家里的鸡还没喂呢，我先走了，你们聊。我的天爷呀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就这么成了白眼狼啊！我不活了！好你个死丫头，翅膀硬了是吧？等着，下回我让你2个哥哥来，我看你们陈家为了一个读书人的名声，敢不敢对大舅子动手？盼儿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毕竟……伯母，我没事，看他演戏，我只觉得恶心，半点不忍心都没有。从小到大，我在袁家何曾有过一件新衣服，吃的都是哥哥弟弟剩下的。这断亲不是我一时冲动，是早就想好了。伯母，您和伯父收留我，这份恩情我记在心里。您放心，最多2年，等我攒够了钱，就自己出去立女户，绝不会连累你们和知礼疙瘩。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？你就在这儿安心住下，我跟你伯父护着你，看谁敢欺负你。哎。这孩子真是可怜，可袁家那对夫妻是出了名的滚刀肉，万一真闹起来，影响了知里的科举名声，可怎么办？哎，这儿媳妇怕是难当了。立女户，我们拜过堂，他的户籍文书也在我的名下，他已经是陈家的人了，护他周全，本就是我的分内之事，他怎么一点为人夫的自觉都没有？孩子娘又在想下午的事儿。孩子爹，我心里堵得慌。盼儿那孩子实在是可怜，可一想到他那个娘，我就怕他会搅得知里不得安宁。哎，我是不是很自私？一想到会惹麻烦，就打了退堂鼓。这事儿不怪你，知里考科举是咱家头等大事，谨慎点没错。我看这事儿终究还是要看知里自己的意思。你的意思是，等过些时日问问知里，他要是心里有盼儿，愿意娶她为妻，那咱们就风风光光的把事儿办。袁家那边我来应付。要是知里没这个意思，咱们也不能亏待了盼儿，以后给她备一份嫁妆，找个好人家嫁出去。你放宽心，袁家夫妻俩不过是外强中干，断亲文书在衙门备了案，他们闹不出什么花样，影响不了知里的。六婶子那躲闪的眼神，还有徐氏做贼心虚的模样，难道我真的不是他亲生的？可那又如何呢？亲生的又怎样？在前世，他们还不是一样把我当牛做马，为了给哥哥娶媳妇儿，就把我卖了。你让开，我来吧。你这样晒到天黑都晒不匀。我这是第一次干，读书人的事用不着你来教。他干活的时候倒是挺像那么回事的。那天拜堂的时候，还有昨天夜里梦里。呀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跟火烧似的。你过来，我摸摸。胡说，天这么热，脸红不是很正常吗？还说没有？你肯定是中暑了，站着别动，我去告诉娘。你别去，我真没事，就是天太热了，你去灶房熬点绿豆汤，解暑就行。娘，我跟您说个事儿，上午知里在院里晒谷，脸红的厉害，我怕是中暑发热了。什么？这孩子怎么不早说？真是读书读傻了，身体不舒坦也不知道吱声儿。娘，
你干什么？是不怎么烫啊。盼儿说你上午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，是不是哪儿不舒坦？知礼，身子不舒坦要说，别硬撑着。二弟是不是晒晕乎了？我没事，都说了是太阳晒的，还有大毛弄得脸痒，抓了几下才红的。真的？可是你那时候红的很不正常啊。你还说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因为盼儿什么？没什么，总之我没事。吃饭。行了，下午你别晒谷了，回屋里歇着去。春燕、执行，下午你们去把院里的谷子收了。副强叔，吴婶，我刚从镇上回来，不明哥托我给你们带个话，说县城里那院子给你们寻好了，让你们明后天赶紧去看看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这下手正忙着，地里一堆活，哪走得开呀？爹，地里的活重，您和大哥就别去了。明天我带盼儿去一趟县城，我们俩去就行。我可以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知礼你读过书，盼儿也机灵，你们俩去，我们放心。要是房子看着合适，就当场定下来。屋里缺啥少啥都看清楚，能从家里带的就带过去，省得花冤枉钱。对对，盼儿你多留心着点，顺便啊去县城割几斤肉回来，家里好几天没见荤腥了。知道了，娘。你走路怎么没声音的？给我一半。你的字这几天是不是又没练？最近不是忙着夏收吗？我每日都在练。你落下太多了。知道了，下个月我一定补上。这个陈知礼管得还挺宽。算了，忍一时风平浪静。陈家只是我暂时的落脚地，等我攒够了钱，安顿下来，就和他一拍两散，绝不能跟他有过多纠缠。知礼哥，要不换我来试试？光看不练，永远也学不会。才看了半趟路，你就觉得自己都会了，真是天赋异禀啊！这人脾气怎么阴晴不定的？那你那个娘家人三番两次上门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当初签了断亲文书，我就跟袁家没关系了。以后他们是生是死，是穷是富，都跟我无关。我只是担心他们会不会给家里添麻烦。你别多想，是点事我还能应付。倒是你到了县城，别整天只想着做绣活赚钱。不做绣活，我们吃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得抽空多认字，学算术。我每日都会温书，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学。好，读书写字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一定要抓住。只是等我攒够了钱，有了自己的营生，就该走了。我怎么会想到以后要不要跟他生孩子这种事啊？真是疯了！我得尽快找机会跟王岐山见一面，把离开陈家的后路先铺好才行。陈秀才，弟妹叫我老姜就行。就这儿了，两位请看。后面还有个小后院，带车马棚和茅房，方便得很。屋里桌椅板凳都齐全，拎包就能住。不错，很合意。我弟娘兄嫂也会过来同住。这院子虽然不大，但挤挤也够了。江哥，这租钱怎么说？房东要价是1年3两6钱银子，也就是1个月300文。我们租1年，一次付清，你看能不能再便宜些？痛快，这样就3两银子，我再做主送你们1个月，总共住13个月，如何？你觉得呢？就这么定了。我们现在就去牙行签契书。房子就这么定下了，真好啊！要是我自己也能有这么个院子就好了。攒钱，我一定要快点攒钱，买个属于自己的地方。可是从头到尾，他都没正经问过我一句意见，我就像个物件一样被带来了。忙了一上午，饿了吧？前面有家馄饨铺子，味道很好，我带你去尝尝。知礼哥哥，知礼哥哥，真的是你啊！怎么在这儿？车燕呢？你为何没带她一起来？这人眼神有毛病吧？我站在这儿，他难道看不见？表姐，你都跟王家表少爷定亲了，怎么能当众和别的男子这样说话？要是被人看到了传出去，对你名声不好，小心王家退亲呢。退亲？我巴不得她退亲，嫁给那种纨绔子弟，我汪雪莲才不干。知礼哥哥，你难道忘了我们之前的约定了吗？你答应过我的，不像有些人出身低贱，根本配不上你。汪小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记得我没得罪过你吧？怎么，你这是恶人先告状？还是说，因为你快要嫁人了，就见不得旁人好？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们走。知礼哥哥，你给我站住！他生气了，我这是替他挡枪，他居然还拉着我走这么快，手腕都快被他捏断了。抱歉，刚才我们带你去吃馄饨，你是不是饿了？不用了。盼儿，你别误会，我跟汪雪莲早就没什么牵扯了。误会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这是在跟我生气，还是觉得我跟汪雪莲不清不楚？
娘，这菜怎么又是开水煮的，一点油味都没有，吃2人怎么下咽啊？还有你，梅子，你都10岁了，怎么还学不会做饭？整天就知道吃，教你有什么用？二哥，我白天要打猪草，还要洗全家人的衣服。听2句嘴，你还来劲了是吧？我让你学做饭是为你好。行了，跟你二哥嚷嚷什么？他说的有错吗？女孩子家的，早晚要学这些，不懂事的丫头。秀文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娘给你寻摸了门亲事。什么亲事啊？就是我娘家你表姨的女儿王心晴，知根知底的，人也勤快，配你正好。娘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为什么？王心晴那脾气，十里八乡谁不知道，又冲又霸道。之前不就是因为这样才被婆家退了亲吗？我可不想娶个母老虎回来。哥说的对，娘，那王心晴跟个炮仗似的，一点就着，娶回来咱家还有安生日子过吗？胡说八道！你们懂什么？心晴被退亲，那是男方家不是个东西。再说了，你们的亲事自古就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哪有你们自个儿做主的份儿？老婆子，有文说的也有道理，这亲事还是得看孩子自己的意思。王家那姑娘名声确实不太好。你们父子俩是合起伙来气我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她是我娘家侄女，嫁过来还能不听我的？我的亲事我自己做主，这饭不吃了。娘，我去看看大哥。哥，你别跟娘置气了，她就那样。我就是不明白，她为什么非要我娶王心晴？要是有钱就好了，去城里拜个师傅学武，将来也能出人头地。说起来，娘把大姐送去冲洗也没错。要是大姐在陈家站稳了脚，以后还不能帮衬我们。2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我这都是为了谁？当家的，我有个主意。等下收完了，就让有文有武去陈家帮忙，就说我们心疼盼儿，让他们去搭把手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跟陈家重新把关系续上。到时候我们再往外头散布点消息，说陈家秀才亏待我们盼儿，逼他们拿好处出来。你疯了！你忘了我们跟盼儿签了断亲文书，还在官府备了案的。你在上门纠缠，是想逼着陈家把盼儿赶出来吗？到时候我们1文钱都捞不着。你给我安分点，让盼儿先在陈家站稳脚跟，日子过好了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提携他2个弟弟。你要是敢去坏事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现在不去就不去，吼什么吼？等盼儿站稳了脚，好处还能跑了？哼，有文的亲事，还有家里的事，早晚都得听我的。梅子，你出来！死丫头，又躲哪儿偷懒去了？这个小的真是越来越惯着了。要是盼儿还在，这会儿早就跟着夏天了。哎，还是嫁早了一点。如果再晚个2年，还能帮家里多做不少事。娘，又有什么事啊？晚饭还得2个时辰后呢，晒稻子也不必老是烦，催什么催？救我命苦，还不知道要在家做多少年事。二姐倒是好，去陈家享福了。娘，回头你让舅母他们去陈家说说情呗，我还想跟二姐学绣活呢。学绣活？你有没有脑子？你二姐才刚进门，人家村长娘子就会教她，换谁家现在都不可能教。你别急，那断亲文书不过是暂时的，做给外人看的。你等着瞧，天底下哪个女子敢真的不要娘家？哼，早知道陈家那个小子是个能好起来的，当初我说什么也得让你嫁过去冲洗，真是便宜盼儿那个死丫头了。娘，我真的不想嫁给于家，我们能把亲事退了吗？退亲？你说的轻巧，于家是那么好打发的？再说了，你退了于家，陈家就一定会要你吗？别忘了，陈之礼现在已经娶了那个袁盼儿。可陈大哥心里是有我的，他病好了，以后肯定能考中功名，日子不会差的。哼，日子不差，乡下土屋能有多不差？那于家在县里可是有铺子的，于家父子马上就要下场考试了，一个考院士，一个考乡试，万一中了呢？那可是秀才和举人。雪莲啊，听娘的，咱们不急着做决定，就等3个月，等秋闱放榜。等3个月？对，要是于家考中了，你就安安心心嫁过去，当你的官家太太；要是没考中，那陈家那边咱们再想办法也不迟。这样既不得罪于家，也能给自己留条后路。
好吧，娘，我听你的，就等3个月。傻女儿，一直想着情情爱爱，等你见识了真正的好日子，就知道那个穷秀才根本不值一提了。爹娘，你们喜欢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。夏收完了，我想暂时先不跟大家去县城，山上的野山菊开得正好，我想趁着这几天多采些回来，晒干了正好做菊花茶。这个主意好，那菊花茶清甘明目，我喝了以后眼睛都亮堂多了。娘，我倒是有个不同的想法，不如让盼儿和春燕一起去县城。娘，您不是一直想教他们绣火吗？到了县城也方便，而且我闲暇时也可以教他们读读书、写写字。教我读书？女子通些文墨，明事理总是好的。哎呀，还是我儿想的周到，读书好，读书好啊，就这么办。盼儿，听知礼的，我们陈家的媳妇不能光会做饭干活，也得知书达理。陈知礼为什么非要我跟春燕一起去县城读书识字呢？总觉得怪怪的。虽然娘说要教我陈家的针法，不能拒绝，可是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肯定又要被村里人说闲话了。袁家人要是再找上门来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不会再回那个家了。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总有一天我会找到证据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袁盼儿绝不会再回头。真是奇怪，我的手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做出来的饭菜特别香，绣出来的东西也更精巧，连配的药丸都效果奇好。县城的小院子，我租的是小了点，人这么多，住在一起确实不方便。尤其是盼儿，她跟志文同年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传出去总归不合礼数。可眼下也只能这样安排了。我最近怎么总想起盼儿？是因为我要负责照顾好她吗？一定是这样。她好像对我没什么意思，怎么会有一点不痛快的感觉？不，我只是担心她。作为夫君，这是应该的。娘，你和孩子们就坐车里，这些日用品和粮食够你们用一阵子了。哎，辛苦你了，老大。富强啊，要不我赶着牛车帮你送一趟，省得你一个人来回折腾。哎，不用了，二弟，这骡车也够大了，一趟就够。你还是留在家里顾着点。趁着这次进城，我得去牙行看看，租个偏院什么的，先把粮食囤起来，今年收成好，明年粮价肯定涨，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。知礼，这院子选的不错呀，地方挺安静，离学堂也近吧？爹，都是我提前看好的。哎呦，看起来还挺宽敞的。以后我跟哥哥是不是就住在这里啦？总算到了，县城的生活要开始了。好了，名都报上了，后日就来上学。知礼知文，你们兄弟俩在学校要互相照应。知道了，爹。喂，听说了吗？主簿家的公子到现在还没消息呢。谁说不是呢？好端端的同生班第一，6月里突然就病倒了。听说病症来的又急又凶，连府城的大夫都束手无策。衙门里查了这么久，也没查出个所以然，真是邪门。6月中旬，同生班第一，这症状怎么和当初的我一模一样？知礼，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爹，我出事之后，衙门可曾派人来村里问过话？没有啊，你不是说不想声张，咱们就没报官？怎么了？主簿家的公子出事，衙门追查多日，我这个差点丢了命的秀才却无人问津。爹，这事不简单。回来了，报名顺利吗？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？这县学去不得，太危险了。知礼，咱们转去私学，多花点钱就多花点，娘不能让你再去冒险。娘，您别急，现在转学岂不是更引人注目？我留在县学，凡事多加小心，藏着些本事，不显山不漏水，反而更安全。怎么小心啊？那黑心烂肺的贼人还在暗处盯着呢。伯母，要不让相公每天脸上抹点草灰，头发也弄乱些，装作大病未愈、精神不济的样子，这样应该就不会太引人注意了。对，这个法子好，盼儿想得周到，就这么办。还有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兄弟3个在学堂的吃食饮水都从家里带，那颗救命的药丸千万收好，绝不能露白。我们被人下毒的事儿，谁也不准再对外提半个字儿。主簿家的公子，知礼，这事儿怎么想怎么不对劲儿啊？要是抓不到那个害人精，这县学我看还是别念了，转去私学还安稳些。这位姐姐是新搬来的吧？我住隔壁，姓陆。哎，是啊，妹子你好，我男人姓陈。陈家嫂子啊，我当家的也在县学教书，说不定啊还认得你家孩子呢。原来是陆师娘，真是巧了，我家大郎知礼正是陆先生的学生。哦呦，原来是陈知礼的娘啊！我总听我们家那口子夸他，说他呀聪慧过人，是难得的好苗子。哎，
前阵子听说他身子不爽哩，可好全了？劳您挂心，已经大好了。就是这孩子实诚，怕耽误了功课，非要赶着来县城，正好探探口风。陆师娘，我听人说县学里好像还有个学生也病了，闹得还挺大。嗨，别提了，都是些捕风捉影的闲话，就是吃坏了肚子啊，没什么大事儿。嫂子，你快去忙吧，我这也要去车几尺布。看来是什么都问不出来了，还是先去买菜吧。盼儿姐，我问你个事，你别生气啊。你说，要是我娘把你当亲闺女养，不是当嫂子看，你会不会不高兴啊？傻丫头，说什么呢？我哪配得上你大哥啊？他以后是要考状元做大官的。我从来就没想过能一直留在陈家，我就是想跟着娘学好绣活，再认些字，攒够了傍身的银子，以后要么寻个老实本分的人家嫁我，要么就自己立个女户。姐，我懂了，这事儿我谁也不说。咱们俩知道就行了。对了，知礼，我今儿出门碰见隔壁的陆师娘了。陆先生的妻子？是啊，人瞧着挺和善的。娘，陆师娘人是不错，但你以后和她说话留个心眼，别什么都往外说。怎么了？书院里已经传遍了，说主簿家公子生病，只是个误会。衙门查案，却偏偏绕过了我这个最关键的人，把事情压得这么快，这事绝不是误会那么简单。罢了罢了，只要你人没事就好，以前的事儿不提了。往后你自个儿在书院多加小心。儿子晓得。怡君啊，娘今天出门碰见咱们隔壁新搬来的那家女主人了。哦，是哪家的？就是你爹常挂在嘴边的那个学生，叫陈之礼的。今天见到他娘了，一个乡下妇人，看着倒还算和气。爹爹总说他学问好，何止是学问好啊，你爹啊动了心思，想把你呀许给他呢。娘，您胡说什么呢？我可没胡说，只是他家毕竟是乡下来的，根基太浅，而且我听说他前阵子大病了一场，也不知身子骨到底好利索了没。这事儿啊，咱们还得再看看。全凭爹娘做主。县太爷家的公子前日也托人来提过，那可是官家啊。哎呀，这陈之礼呀，若真有大出息倒也罢了，万一前程堪忧，岂不是委屈了我的怡君？知礼啊，咱们搬来也有些日子了，是不是该备些薄礼去拜访一下左邻右舍？尤其是你恩师陆先生家，可不能失了礼数。陆先生家自然要去，但别的邻里娘，咱们少来往为好。人心隔肚皮，咱们初来乍到，凡事多留个心眼。哎，娘晓得了，就是不知你爹和你二叔在山上采药顺不顺利，都去了好几天了。娘，别担心，爹和二叔都是老手。对了，最近书院笔墨纸砚用得快，我打算接些抄书的活，让知文也跟着帮忙，能补贴些家用。娘，大哥说的没错，我也能帮上忙了。盼儿，下午看你练字，长进不少。但终究是自己摸索。明日起，我空闲时便正式教你。我的长衫是你在做吧？绣个下百绣之竹吧，简简单单就好。如果有剩下的布头，再给我缝个帕子，做个荷包。书包，书院里的学子们肯定也需要。这布包若做得好，岂不是一门好生意？还有，近来粮价便宜，得想办法囤些粮食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小娘子给小相公做荷包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下次回家跟爹娘说清楚，就这丫头不变了。不然万一日后有人说媒，事情就不美了，很容易得罪人的。盼儿啊，你这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，这包子闻着就香，好吃。盼儿姐，你这手艺绝了，比镇上福满楼的包子还好吃。行了，我装上几个给你陆师娘和左邻右舍送过去，也算正式认个门。娘想的周到。哟，陈家嫂子啊，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这不是想着跟邻里们打个照面吗？家里做了点包子，给大伙儿尝尝鲜，正准备先给您家送去呢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正好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我陪你走一趟，给你引引路。那可太好了。
嫂子，那家姓张的租户啊，你以后离他们远点。这是为何啊？一天到晚吵得鸡犬不宁的。他家那儿子啊，在府城读书，要是这次院试能考上秀才，阿超就要休了现在这个媳妇儿。休妻？为何啊？嫌人家一连生了2个都是丫头片子，断了他家香火呗。现在就整天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，可怜那媳妇儿了。哎呦，真是作孽啊！考上秀才就要休妻。之前卖药材得了36两，这次的绣品怎么也能卖个1两多银子，手头的钱不算少，得赶紧想办法把陈词米买了囤起来。眼下都8月中了，月底我就得回村里一趟，万一林府真有旱情，那些粮商肯定会闻风而动，到时候粮价非得翻天。可要去哪儿找合适的库房呢？真是愁人。盼儿路过绣房，顺道帮你把绣品卖了，掌柜的给了你1两100文，你快收好。谢谢娘。哎，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娘，有了这笔钱，我想去扯一匹天青色的布。扯布做什么？我想给大哥和知文他们一人做个装书的布包，结实又方便。剩下的布我再多做几个新样子，回头拿去给绣房的掌柜看，兴许能接些长期的活计，也算一条新路子。好孩子，你真是越来越有主意了。万一将来知礼真的考取了功名，当上了大官，他会不会也嫌弃盼儿出身低微？跟陆先生家的怡君小姐比，盼儿确实……老婆子，我回来了，快出来看，我带了啥好东西。当家的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怎么样，身上还顺利吧？这个数，这1个月我跟你二弟足足挣了5两700文。老天爷，这么多，还不止呢。我们运气好，碰上了一株5年生的大田七，那可是好东西。这不，立马割了块肉给你们娘儿几个解解馋。您回来了，快坐下，喝口水，歇歇脚。还是盼儿贴心呢。叔，我想着村里的小山菊眼下开得正好，咱们今天就动身回去吧，正好赶在花期最好的时候，多做些菊花茶。这么着急？还有婶儿，我这个月做的绣品，想托您得空时帮忙卖掉，换来的钱，我想着天快冷了，扯些布和棉花给大家做冬衣。那可不行，你们的钱自己收好，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幸好之前卖布包样式的10两银子没告诉婶儿，当时给婶儿和春燕一人买了根银簪子，剩下的钱得攒着，等时机一到就去收粮食。当家的，跟你说个事儿，咱们隔壁陆先生家，他家娘子好像有点相中咱们知礼的意思啊。陆先生家，他家那个闺女，听说才貌双全，是好事儿啊。前届的张秀才你记得吧？一朝成了秀才，就开始嫌弃媳妇儿是乡下来的，没见识了。我怕咱们知礼将来……哟，岐山小子又进城送货呀？是啊，陈叔，您这是要回村啊？对，接丫头们回去住一阵儿。王岐山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那，陈叔，我先走了，还得赶下一趟。好，路上慢点啊。大哥，在县城住的还习惯吧？治理在书院的一切都还顺利？顺利，先生还夸他有长进呢。唉，大哥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要是将来知礼真的不乐意，你别怪我们做书婶的私心，我们想让盼儿给我们家做儿媳妇。胡说什么？盼儿跟知礼是拜过堂的，再说了，他们是堂兄弟，这怎么成？大哥，你别生气，我们也是心疼盼儿这孩子，你看他多好啊，我们是怕他将来没个着落。行了，这事儿别再提了。不过你们的心意我记下了，连老二家都看出来了，这事儿怕是真悬了。二弟弟妹，你们看，这是咱们这个月采药挣的，足足5两700文。我的天爷，这么多！那株大田七品相好，光那一株就卖了1两5000银子。来，咱们分钱。不行，大哥，你出的力多，点子也是你想的，你应该多拿。说的什么话？咱们是亲兄弟，还计较这个？收下，不然我可生气了。有了这些钱，孩子们的束修就都有着落了。大哥，谢谢你，这采药可真是个好营生。盼儿，二婶跟你说个事儿，你那个堂妹叫袁梅子的，这个月来过咱们村2次。她来做什么？就东家长西家短的打听，话里话外都在问你和知礼的事儿，还问你们在县城做什么营生。我瞧着他那眼神滴溜溜转，不像个好的，你可得当心点。我记下了，谢谢二婶提醒。袁梅子，她一向无利不起早，突然关心起我来，肯定没安好心。
看来我得早做防备了。盼儿姐，都怪我不好，刚出门就崴了脚，这下没法陪你上山了。没事儿，就是崴了一下，不严重。你好好歇着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那怎么行？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还是等爹和二叔回来再说吧。放心吧，我就在山脚缓坡那儿转转，采点菊花，不往深处走。前些年我不也常一个人上山，没事儿的。我走以后，你把院儿门从里面拴上，要是有不熟的人来敲门，别开，知道吗？我记下了。二婶昨天才悄悄跟我说，那个袁梅子这个月又来过2次，一次半月前，一次就是昨天。小小年纪，脸皮就这么厚，任凭陈家人怎么冷脸，他都不气恼，将来心计肯定不轻。哎，这位大哥，先等一下。你是山脚下的王家哥哥吧？我想向你打听个事儿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家姐妹都做绣活，时间长了眼睛酸涩。我听说南山的小山菊泡茶喝对眼睛好，可我第一次来这边，不太认得路。顺着这条路往上走，到处都是。不过山上蛇虫多，你小心点。我当然知道菊花在哪儿，只是想找个由头跟你说上话。这一世万事都要早做准备。陈家虽好，却不是我的长久之计。隔壁陆家小姐对这里哥的心思，任谁都看得出来。陆娘子隔3差5的过来，婶子明显是动心。罢了，身后无人可靠，便只能靠自己，多学本事，多赚钱才是正道。就是这样，真不知道上辈子的陆老大夫是怎么想，一把年纪还专往这种偏僻的地方钻。要不是我碰巧路过，这样应该就不会掉下去了吧？但愿这些枯枝能拦住他吧。嫂子，你可别跟我客气啊！这里这孩子读书辛苦，眼瞅着明年就要院试了，得好好补补身子。这点酱牛肉拿去给他下饭。哎呦，陆家妹子，这怎么使的？太贵重了，快拿回去！东西都送来了，哪有拿回去的道理？我家里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啊。娘，是陆师娘来了。哎，硬塞下这个就走，我拦都拦不住啊！娘，您下次应该直接拒绝的。陆师娘是什么意思，您我都清楚。这样含糊不清的收下东西，只会让盼儿心里难受。我何尝不知道？可她是你恩师的娘子，我实在不好把话说得太绝。那我们就把话说明白，娘，找个机会把我和盼儿的事告诉大家吧。李儿，娘知道盼儿是个好孩子，她救了你的命，这份恩情咱家一辈子都得记着。可是她的娘家你也知道那是什么光景，将来你若是考取了功名，他们怕是要拖累你的前程啊。陆家小姐知书达理，家世清白，对李儿也是一片真心。哎呀，我怎么就起了这不该有的心思啊？娘，说没有盼儿，我这条命早就没了，还谈什么前程？在我陈之礼心里，她当初与我拜了堂，就是我的妻子，旁人再好也与我无关。朽了，大伯娘最是热心，嘴也快，过几日让大伯娘过来住几天，只要让她知道我跟盼儿冲喜拜堂之事，不出3日，这事儿肯定传遍街坊四邻。陆师娘听到风声，自然就会断了念想，这样既不会得罪恩师，也能了却娘亲的烦恼。盼儿，我如今已是成婚之人，当以学业为重，只有早日考取功名，才能获他一世安稳，不再受人非议。嫂子，二叔他们都走了。二叔去村里催睡凉了，临走前还交代让我今天别上山。那就好，你今天就在家歇歇吧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还是得去一趟。那小山菊就长在半山腰，不费什么事儿，我快去快回。哎呀，嫂子，二叔都说了让你别去，山上不安全。放心吧，我不往深山里走。你脚伤还没好利索，就在家等着我。前世就是这个时间，老大夫不慎掉进了猎户废弃的陷阱里，摔断了腿，还被毒蛇咬了，差点没命。算算日子，好像就是这几天。下面有人吗？还好吗？有人，救命！您别动，也别慌，我这就拉您上来。可以，小姑娘，叫我顾大夫吧。你得快点儿，我身上的药丢了，得快点找药夫。抓紧了，这牙印儿是五不折，必须马上解毒。你还识得草药？以前在山里住，见过一些。顾大夫，这附近应该有重楼草，还有半边莲和血见愁，这几样都能解蛇毒。没错，重楼草的叶子像一把打开的伞，半边莲的花只开一半。快去找来！好孩子，多谢你。只是我这腿怕是断了，走不了路。你能不能下山帮我找个人来背我下山？我给你2两银子做谢礼。盼儿妹子，王大哥，太好了，快跟我去救人！王小哥，怎么是你？你们认识？
何止是认识，我带着药桶和护卫，已经在王小哥家里借住了3天了。王小哥，我的腿断了，还中了蛇毒，能不能劳烦你背我下山？要不要把我藏在家里的百毒丹拿出来啊？可那毕竟是顾家的不传之秘，我一个乡下丫头怎么会有的？该怎么解释来源啊？王大哥，顾大夫，别去镇上了，先去我家吧，我家离得近，而且我家里有解蛇毒的药。好，就去你家。王小哥，如果他的药不管用，你再立刻上山找到我的护卫文员，他身上有我配的解毒丹。王小哥，还是麻烦你上山找文员，快去快回。顾大夫，您快服下这个。这是百毒丹，不对，这成色，这药香比我顾家祖传的还要精纯。你这药丸从何而来？顾大夫，您信不信托梦一说？什么？4月初的时候，我曾做过一个梦，梦里有个和您一模一样的大夫，说他今日会在山上遇险，还亲口告诉了我这百毒丹的药方。药方以7叶1枝花、半边莲、血见愁为主药，辅以白芷、雄黄、蜈蚣，分量火候我全都记得。我还用这方子制药救过我小叔子，也卖给过镇上的回春堂换钱。我向您保证，今后绝不再私自售卖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知道您最近刚研制出一种美颜丹方，能祛疤生肌，此事连您的家人都还不知道。你匪夷所思，匪夷所思！此女不仅知道我家不传之秘，连我刚研制出的新方都一清二楚。这等天赋，这等奇缘，莫非是上天赐给我的关门弟子？盼儿，这位是……二叔，你回来啦！这位是镇上济世堂的顾大夫，上山采药不小心被蛇咬了。什么？被蛇咬了？哎呀，那可了不得！顾大夫，您感觉怎么样？不行，我这就去套牛车，送您去县城的大医堂。多谢这位大哥的好意，不必了。盼儿姑娘已经给我用了药，暂时没什么大碍了。只是我这腿脚不便，想在贵府叨扰1、2日休养一下。您放心，我会付银子的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样了？文员，你可算来了。我没事，多亏了盼儿姑娘和陈家大哥。谢天谢地，师傅，您可吓死我了。行了，别大惊小怪的，我写个方子，你速去县城抓药，把我体内的余毒清一清。另外再去买10斤大米、5斤猪肉，一半送到王岐山家，另一半留在这儿，就当是我给陈大哥的一点心意。是，师傅，我马上去。这陈家虽然清贫，但人品贵重，我得想个法子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把盼儿这丫头交给我。陈大哥，这药效上来了，我有些头晕，想躺下歇会儿。应当的，应当的。我儿子的房间一直空着，干净得很，我扶您过去。顾大夫，您好好歇着，饭好了我叫您。这袁盼儿不仅识得蛇毒，还认得重楼草、半边莲，甚至连敷药的手法都如此娴熟，简直是天生的学医奇才。我行医一生，从未见过这等好苗子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收他为徒。对了，我那孙儿宇泽今年也13了，正是该说亲的年纪。要是能让盼儿丫头嫁给他，日后夫妻2人，一个行医，一个制药，岂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？这样一来，他不就永远是我顾家的人了？嫂子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
可陆家那门亲事对知礼的将来可是天大的好处啊！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可盼儿那丫头到底是知礼的救命恩人，我这么做不就是过河拆桥，恩将仇报吗？我这心里啊堵得慌。嫂子，你快别这么想，你又不是要把盼儿扫地出门。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盼儿是个好姑娘，万一她真不嫁给知礼，我家长子知文愿意娶她。弟妹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这怎么行？怎么不行？只要盼儿那丫头点头，我们家不仅是把当初收的聘礼银子一分不少的还回去，还风风光光的把她娶进门，绝不叫她受半点委屈。让盼儿嫁给知文，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法。盼儿好好商量，当然最要紧的还得听听知礼的意思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文员，东西可都买齐了？都齐了，按您的吩咐，50斤米面，还有10斤上好的五花肉。陈老弟，这些日子叨扰了，这些米面和肉你们留下20斤，剩下的文员你给王家送去。是，师傅。对了，你去的时候顺便问问王岐山那小子愿不愿意跟我走，我看他也是个可造之才，若他愿意，我一并栽培了。他娘，顾大夫那事儿，你到底是个什么章程？哎呀，我这心里乱得很。盼儿要是真能学成一身本事，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儿。可将来知礼是要做官的，官老爷的夫人整天抛头露面的给人瞧病，这传出去，怕是会让人笑话。我愁的还不止这个，那顾大夫，咱们连他是什么来头都不知道，余杭府又那么远，我怎么放心让盼儿一个姑娘家跟着他走？万一是个骗子，我怎么对得起盼儿这孩子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再说了，这事儿不光我们俩说了算，总得问问盼儿自个儿乐不乐意，还有知礼那边也得听听他的意思。对了，今天弟妹还跟我提了一嘴，说要是盼儿不嫁给知礼，他家知文愿意娶，我给回了。胡闹！盼儿的户籍都在咱们家名下了，怎么能再嫁到他们家去？这不是乱了辈分吗？谁说不是呢？所以这事儿啊，急不得，得一步一步来。陈老弟，弟妹早啊！不知昨晚商议的如何了？顾大夫，恕我直言，您老的身份我们一概不知，实在是不放心让盼儿跟您去那么远的余杭府啊。是啊，而且这毕竟是孩子一辈子的大事儿，总得要知礼和盼儿本人都点头才行。人之常情，人之常情。你们的顾虑，老夫明白。这是我的路引，上面有官府大印。另外，我与本县的县太爷也有些交情。若你们不放心，咱们大可以一同去县衙，当面对质，一问便知。
至于知礼贤侄那边，理应征求他的意见。我看不如这样，今日或者明日，咱们就去一趟县城，当面把话说开。事情办妥了，我们也好早日动身去余杭府。可盼儿她一个人，弟妹是担心盼儿路上孤单吧？老夫倒有个主意，不如让府上的春燕丫头也跟着一同前往，路上也好和盼儿做个伴。让春燕也去？正是。我虽只收盼儿为关门弟子，但春燕在旁也可跟着学些普通的医理。我再教她些琴棋书画，也不算虚度光阴，如何？这顾大夫想得竟如此滴水不漏，连春燕都替我们考虑进去了。难道他真是盼儿的贵人？盼儿，你过来，顾大夫想收你为徒，带你去余杭府学医的事儿，你怎么想？说，婶儿，盼儿，这是关乎你一辈子的大事儿，我们不能替你做主。但还有一件事，你必须知道。盼儿，当初为了给你上户籍，让你能安稳留下来，而不是做个没名没分的黑户，我们就把你的户籍落在了知礼妻子的名下。我既然已经是陈知礼的妻子了，他们是真心接纳我，还是这只是一个留住我的权宜之计？知礼他知道吗？他会怎么想？叔婶儿，多谢你们的好意，也多谢顾大夫的赏识。只是盼儿斗大的字不识一筐，年纪也大了，怕是学不来高深的医术。我还是更喜欢做些针线活，就不去余杭府给您添麻烦了。傻孩子，学医跟年纪识字多少关系不大，重要的是天赋和心性。既然此事绕不开知礼贤侄，那事情反而简单了。我看不如这样，咱们今天下午就动身去县城，当面问问他的意思。如果知礼贤侄愿意与盼儿真心相守，视她为妻，那盼儿是做针线还是学医，全凭她自己选择，老夫绝不强求。可如果这桩婚事只是权宜之计，知礼贤侄并无此意，那老夫愿意出200两纹银作为对陈家的补偿，然后带盼儿走。200两，这可够我们家过一辈子了。不行，我们怎么能为了钱卖了盼儿？这孩子是我们的儿媳妇，顾大夫万万不可，钱我们不能要。盼儿既然入了我们陈家的门，就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，她去或不去都得知礼点头才行。没错，我婆娘说的对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下午去县城走一趟，把话说开。盼儿，你的意思呢？我听叔婶的安排。爹娘，你们怎么跟顾大夫来县城了？这位顾大夫想着带着盼儿去余杭府学医。顾老大夫，对不住，我还是不愿意让盼儿去那么远的地方。我看贤侄面色略带萎黄，中气似有不足，你是不是中过什么毒？顾大夫真是神了，知礼前些日子的确是被蝎子给蛰了。来，贤侄，让老夫给你瞧瞧脉。蝎毒虽已解，但毒素侵体，伤了你的肝脏根本。若不及时调理，恐怕会影响你日后的精力，与科考不利。这是一张温补的方子，照方抓药，连服半月，可保无虞。爹，顾老大夫，我想跟盼儿谈谈。顾老现在想带你走，你是个什么想法？你可是想跟他后面去学医？你说呢？我可以自己做主。盼儿，爹娘不知道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你的户籍落在我的名下。真正来说，你现在就已经是我的妻。我想问你一句话，你是真心实意的把我当你日后的娘子，还是一时仅为了落户？这丫头这些日子一直是这样惴惴不安吗？棋都落了，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？日后你要是当了官，会娶许多女人回来吗？你已经是我的妻，此后一生我们都会荣辱与共。就算是我日后发达了，我也不会娶什么3妻4妾，没那个银子，也没那个兴趣。可记住了。
顾大夫，晚生替盼儿谢过您的厚爱。只是我与盼儿两情相悦，不愿分离，这一我们不学了。多谢顾大夫抬爱。也罢也罢，儿女情长，老夫懂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强求。待到开春，我再来府上叨扰，或许届时你们会改变主意。贤侄是读书人，老夫在江南书院和府学还有几分薄面。若你想去求学，老夫可以为你写一封荐书，你们夫妻2人也可在府城相守。江南书院、府学，那可是读书人挤破了头都想去的地方啊！多谢前辈好意，只是晚生才疏学浅，不敢肖想，眼下还是想凭自己的本事，一步一步来。小二，顾大夫可起身了，我们特意来给他送行。几位客官来得不巧，顾大夫天不亮就启程了，说是要赶早，怕误了时辰。啊，这就走了，连声招呼都没打。顾大夫倒不是没打招呼，他走之前特意留下一个包裹，说要交给陈家小姐。给我的。顾大夫想得周到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回吧。知礼啊，这顾大夫真是个好人。他昨天提的那个江南书院，听说学风极好，你真不再考虑考虑？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进去呢。爹，顾大夫昨日的提议，知礼心领了。但我陈知礼读书是为了名利，不是为了攀附。无故受人恩惠，平白增加顾家的负担，非我所愿。知礼说的是，我们怎能白白占人便宜？知礼他真的是这样想的吗？还是因为我？哎，你这孩子就是太要强。算了，既然你不愿意，爹娘也不勉强你。这是什么？医书？顾大夫这是让我学医吗？这是银票。盼儿丫头，这些医书是给你解闷用的，闲暇时可翻阅一二。至于这200两银票，是我为你准备的，它无需上交陈家，只做你傍身之用。这辈子我定会过得很好。盼儿，今儿个怎么不敢绣活了？歇歇也好，你前阵子绣得太猛，眼睛都熬红了。娘，我记着呢。顾大夫说眼睛要省着用，我现在看半个时辰书就做半个时辰绣活，劳逸结合。盼儿姐，你还真看上瘾了。这书上的字你都认得全吗？认不全，就照着图画猜。顾大夫说的对，多认些字总没坏处。盼儿、春燕，你们俩都过来。从明天起，我教你们我们陈家传家的针法。娘，真的？那套陈氏针法？这套针法，祖上的规矩是传媳不传女。盼儿是知礼未来的媳妇，教你是天经地义的。春燕，你虽然不是我陈家媳，但胜似亲女，娘破例也一并教了。以后你也好有门吃饭的手艺。爹，这是顾大夫留下的书，上面画了好多药草，还写了它们的用处。您常上山采药，看看这个，兴许能认出些值钱的药材呢。哎呦，这画的可真清楚，要是照着这个找，肯定错不了。好啊！还是我们盼儿想的周到。你爹要是能多认几味药，我们家也能多分镜像。好端端的，叹什么气呀？没啥，就是想起下个月我爹他60大寿了。60大寿，我14岁那年，他为了给大哥凑彩礼钱，就把我当童养媳卖到了陈家。这么多年不闻不问，现在倒想起我这个女儿了。娘，你要是不想去，我们就不去。再说吧。昨日陆娘子又过来问大嫂的归期，我故意透出知礼冲喜一事，陆娘子当场脸色就变了，没说2句话就匆匆走了。不知道此事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？老天爷都想帮我，不过是第1日就看到了知礼哥的二婶儿，跟着他应该就能找到他的住处。知礼哥，汪姑娘，有事？我想和你说几句话。我想我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。我已娶妻，你也与余家定了亲，我们都该向前看。他现在这副样子是做给谁看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还请汪姑娘自重，不要再来打扰我的家人。不是的，知礼哥，你听我解释，当初是我不对，可我也是被逼的。我娘她以死相逼，我害怕呀，我不是真的不想嫁给你。你的苦衷与我无关，我只知道，在我最难的时候，陪在我身边的人是我的娘子盼儿。我可以补偿他，我会去跟余家退婚，我给盼儿一大笔钱，足够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汪雪莲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家，都不是你能用钱来玷污的，你好自为之。为什么不肯给我一次机会？你疯了，又跑出去见他了是不是？二姨母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一个定了亲的姑娘，3番
5次的跑去找他，传出去脸还要不要了？我只是想挽回他。挽回？当初是你自己死活不肯冲洗，现在看人家病好了，又想吃回头草，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我告诉你，汪雪莲，这事儿没得回头，你安安分分的准备嫁去于家，要是再敢动什么歪心思，我立刻就把你打包送回乡下。都是他抢走了我的一切，如果不是他，治理哥一定会原谅我的。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得到。陈盼儿，我们走着瞧。知礼，有件事我得跟你交个底。阿婶，您说。你娘这次回老宅，主要是为了避开陆娘子。你娘快招架不住了，说实话，她心里也有点动摇。陆家果然还是不死心。昨天陆娘子又来了，还带了陆姑娘。我跟你陆师娘提了你冲喜的事儿，她怎么说？她那脸当场就变了，坐了没一会儿就急匆匆的走了。知礼，你跟二婶说句实话，你是真心愿意跟盼儿过一辈子吗？阿婶，从我爹娘把盼儿的户籍落在我名下那天起，我就认定了她是我陈之礼的娘子。阿婶，还有件事，刚才我回来时，汪雪莲在门口拦住了我。什么？她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当初我陪你娘去她家低声下气的求亲，她家恨不得拿棍子把我们打出来。现在看你好了，又贴上来。婶儿，你放心，我刚才已经告诉她我有娘子了。知礼，你听我说，下次她再来，你掉头就走。万一她突然往你身上一靠，这事儿要是闹大了，你日后的科举路都得受影响。二婶说的是，我还是太大意了，事后我一定加倍小心。知礼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告诉我。先生，请讲。我听说你病重期间，家中为你娶妻冲喜了，可有此事？回先生，确有此事。当时大夫束手无策，14里的方丈许点家父母如此行事。知礼，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若是不愿意，可以让你爹娘补偿那姑娘一番；若是银钱不够，我可以借给你。先生，这是让我为了他的女儿做一个背信弃义之人吗？先生，他在我最无助的时候进了我陈家的门，学生虽年少，却也懂得感恩，不想做一个忘恩负义之人。此生他便是我陈之礼唯一的法器。如此倒也对，读书人是该有这份担当。去吧。梅子，吃完了还不去把碗洗了？杵在这儿当门神啊？凭什么又是我？二哥也吃饱了，他怎么不去？嘿，你个死丫头还敢顶嘴了？你二哥是男丁，你个赔钱货还想跟他比？啊，娘，你干嘛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再不听话，明儿就把你嫁出去换彩礼钱，让你也尝尝当牛做马的滋味。知道了，我去就是了。凭什么大姐就能嫁到城里去享福，我就得在家里受气挨打？都怪她，要不是她走了，这些活哪轮得到我干？娘，我想去镇上找个武师傅，学点拳脚功夫。学那玩意儿能当饭吃？家里的钱是给你大哥娶媳妇儿用的。娘，那钱是盼儿的断亲银，我不能用。那是他孝敬家里的。秀文啊，这事儿娘早就替你想好了，你娶了媳妇儿，不就有钱了吗？娘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你爹商量好了，过2天我就回娘家一趟，去跟你舅妈提亲，让你娶你表妹辛晴。我不会娶辛晴表妹，她那样的性子，我跟她过不到一块儿去。你个不孝子，我为你操碎了心，你还挑3拣4。今天这门亲事，你应也得应，不应也得应。娘，您要是再逼我，我就去镇上找个活，这辈子都不回来了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养了这么个白眼狼！够了，还嫌家里不够乱吗？当家的，你看看你儿子，他要反了天了。他要反天，还是你要把他逼死？辛晴是什么样的货色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好吃懒做，尖酸刻薄，你想让咱们家有无宁日吗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大儿子好。徐氏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你要是再敢去你娘家提这事儿，你就收拾包袱，自己回你娘家去吧，别回来了。哎，真烦人！哥哥非要我把这本书背下来，我头都大了。春燕，你这已经很好了。好什么呀，嫂子你不知道，我一看这些字就犯困。我听说那些富贵人家的小姐从小学琴棋书画，规矩礼仪一样都不能落下，做得不好还要被先生打手心呢。相比之下，你只是背背书，已经很轻松了。好像是哦，嫂子，还是你懂得多。快看书吧，早点背完，早点歇息。顾大夫给的医书我已经背得七七八八了，要是能有机会跟着他老人家学医就好了，还是得先赚钱呀。最近粮价不稳，
倒是个囤粮赚钱的好机会，可以先找知礼商量一下，让他帮我在镇上做个不起眼的院子存放粮食。孩他娘，有件事得跟你商量一下。说吧。再过4天就是你爹的60大寿，还有你大哥的40整寿，你看咱们是不是该准备准备，回趟娘家？回什么娘家？我哪有娘家？哎呀，又说气话。我14岁那年，他为了聘礼钱，把我卖到你们家当童养媳，拿着我的卖身钱，扭头就娶了新媳妇进门。他心里有过我这个女儿吗？现在要过寿了，想起我来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，可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你爹，这是改不了的。咱们要是不去，村里人怎么看我们？怎么看知礼？知礼现在是读书人，以后是要考功名的。咱们不能因为这点事儿让他被人戳脊梁骨，说他连外祖家都不认，是个不孝之人呐。行，去就去，为了我儿子这个脸我豁出去了。正好明天我带盼儿和春燕去趟县城，把攒下的绣品卖了，也该给他们置办几件像样的寿礼，免得又被人看轻了去。这样也好。盼儿、春燕，你们收拾一下东西。娘，一大早的，咱们要去哪儿啊？回你们外祖家，你外公60大寿，你大舅40整寿，都赶在一块儿了。知道了，娘。出门在外，还是小心为上。这么多银子，可不能露白。孩他娘，别拉着个脸了，咱们先去回春堂，把这些药材和山药卖，换点钱给你爹和你哥买寿礼，也体面些。爹，这山药真能卖钱吗？你给的那本书上写着呢，这东西叫山药。是味好药材，庆州这边少见，咱们家后山多的是。我挖了2大筐，试试看。按医书记载，庆州气候不宜山药生长，物以稀为贵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这位大哥，你这山药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品相这么好，可真是少见呢。就在我们村后山挖的，这东西值钱吗？值钱，当然值钱。庆州这地界，山药稀罕得很呀。我也不跟你绕弯子，一口价。200文1斤。掌柜的，您说多少？200文？没错，200文。你们这2筐我称过了，一共133斤，算你26两600文。还有这些药材，品相也不错，给你2两500文，一共是29两100文。谢谢掌柜的。他爹，咱们发财了。嫂子，你又在绣帕子呀？闲着也是闲着。这是给知礼做新衣裳剩下的布头，料子很好，不如就用它给他做个荷包吧。他日日用着我做的东西，定不会再对别的姑娘起花花心思。三弟，这卖山药和药材的钱，咱们1人1半。大哥，这可使不得，山药是你挖的，我没帮上什么忙啊。都是自家兄弟，说什么两家话？这钱主要给知礼他们读书用，买笔墨纸砚，哪样不要钱？大哥说的是，男娃读书是正经事。那这山药咱们怎么办呢？明日一早，你我各带上工具，再去各山头寻寻，寻到了，明年开春就把他们移栽到咱们自家地。这山药值钱的事儿可不能跟外人讲，咱们兄弟心里有数就行。大哥你放心，我省着。对了，后日你跟我一起去一趟吴家，你大嫂他爹60大寿，他大哥40整寿，咱们总不能空手去。好嘞，大哥，听你的。这么晚了还在忙活？知礼，你忙完了？我把上次剩下的葱根种上，过几天就能长出新葱了。上次顾大夫问你可想学他学医，你当时未知可否，如今可有后悔？说不后悔是假的，只是什么？你是怕我介意？我知你心怀抱负，不愿我做这些抛头露面的事，我尊重你的想法。你这傻丫头，我何时说过介意？你有这番心是好的，我向你保证，若我明年运势得中，去了府学，必带你一同前往。到那时，你便可跟随顾大夫安心学医，可好？真的吗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知礼，我还有一件事想与你商量。你说便是。顾老夫子赠予我的那些私房钱，还有我自己的积蓄，加起来约莫有160两。我想用这些钱去租几间铺子，囤些陈次米。囤米？为何？顾老夫子曾言，林州一带近日天气异常，明年恐怕会有旱灾，粮食的价格会暴涨，想趁此机会赚些嫁妆银子。知礼，这件事儿我只告诉了你，你能帮我吗？而且此事绝不能让旁人知晓。你尽管放手去做，需要我做什么，告诉我便是。15岁正是拼搏的时候，为父母
还为日后的妻儿。胖儿姐，知礼哥，你们怎么还在这里说话呢？娘让我来叫你们。啊，陈燕啊，知礼哥他呀是在叮嘱我说，读书认字是长久之事，让我切不可松懈，要多看书，多识字呢。没错，春燕，你盼儿姐可是个爱学习的好姑娘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。那盼儿姐，知礼哥，快进去吧，夜里凉。好险，差点就被春燕看出了端倪。这几件带着，明日去爹娘家吃完席就回来，天黑前定能到家。这么晚了，谁啊？姐，再有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！你不是在外面做货郎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这不是算着日子，吃到第60大寿，大姐夫40整寿嘛，想着你们要去，我就特意赶回来，把驴车也带来了，这样你们明日去就方便多了。你这孩子有心了，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跑，吃了不少苦吧？吃苦算什么？只要能挣钱养家就行。当初家里供不起2个读书人，我主动不念了，把机会留给大哥，他在学堂里更用功，以后肯定能考上功名。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？不读书多可惜。这样，等你姐夫他们回来，我跟他们商量商量，等你送完寿礼，就在家里住下，姐姐供你再读几年书，可好？姐，这怎么使的？家里来客人了。富强、富财，你们回来了，这是我幺弟再有啊，快坐快坐，这读书的事儿回头咱们再细说。不过再有啊，你可知道咱们这山里可是有不少好东西。好东西？什么好东西？就是一些野山药啊，还有各种药材，这玩意儿要是识货的能卖不少钱呢。要不明日我们去吴家，我教教他们怎么找这些东西，到时候也能多份营生。是啊，再有，这可是个好路子。不过这山药的事，咱们兄弟之间知道就行，外面可不能乱传。也好，就这么办吧。我爹娘那边这些年也过得不容易，是该帮衬他们一些，过去的心结也该放下了。唉，你说这事闹的，我表哥这次院士又没中。你表哥那还算好的，至少没垫底。我听说一飞哥这次是彻底落榜了，明明之前说好等他院士一过我们就定亲的，这下那不是陈知礼家的冲喜丫头吗？你是怎么认出来的？你没发现吗？她身上这件袍子就是上次陈家过年陈知礼穿过的旧衣裳改的。你看陈家对一个冲喜丫头都这么不重视，居然让她穿主子的旧衣服出来跑腿，看来陈家根本就没把她当回事。那又怎么样？反正她都是陈知礼的女人了，你不是已经跟于公子定了亲了吗？定亲又如何？反正还没过门。而且陈家既然不把她当回事，那知礼哥哥自然也不会。上次他院士落榜，肯定心情不好，我得趁机去安慰安慰他。表姐，你别想太多了，安心待嫁才是正经事。你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总觉得知礼哥哥心里还是有我的，这事儿我得好好合计合计。趁着月底前，我一定要找个机会去陈家一趟。廖掌柜，我又来啦。嘿呦，盼儿姑娘，稀客呀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这是我新设计的几款包，您看看。哎呀，这简直是鬼斧神工。这样，这4款包我出12两银子买下，你的样稿和制作法子包样留在我这儿，1个月后您再来取，如何？没问题，只是这件事儿还请廖掌柜替我保密。那是自然，盼儿姑娘放心。对了，廖掌柜，您这儿有没有棉布料子啊？我想买几匹。有，刚从南边运过来的上等棉布，您要几匹？给我称5匹吧，2匹蓝色的，2匹素色的，再来1匹红色的，这是给家里和二婶家置办年礼用的。哎呀，盼儿姑娘真是心灵手巧，这些布头您拿去吧，瞧着也能做些小东西。哎呀，廖掌柜，您真是太客气了，这些布头可都是好东西，我拿回去可以做些荷包啊、头花什么的，也省得浪费了。盼儿丫头，你这是买这么多东西？买了几匹布，还顺带拿了些布头。哎呀，这布料真好。二婶，这2匹蓝色的和素色的是给您和二叔置办年礼用的，过年可以做身新衣裳。这可使不得，你挣钱也不容易，哪能让你破费？二婶，您别推辞了，这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您要是不收啊，我可不高兴了。盼儿丫头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这份情二婶记下了，以后一定找机会还你。陈烨，你看这匹粉色的，给你做身新衣裳，过年穿。
穿。哇，真好看！谢谢盼儿姐姐，我正愁没些衣裳穿呢。不客气，还有这些布头，廖掌柜送的，瞧着也能做些小物件。这些碎布头可都是好东西，咱们正好利用起来，可以做些荷包啊、头花什么的。哎，春燕儿不是喜欢头花吗？姐姐给你做几个好看的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盼儿姐姐最好了。是呀，你这孩子真是心灵手巧。盼儿姐姐真好，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好。知礼，等等，宇泽兄有事？前些日子小考，知礼兄似乎发挥不佳，可是身子不适。是手感风寒，精力不济，未能用功罢了。原来如此，可要紧。知礼兄向来学问扎实，此次失利想来只是偶然。不过我这里有几本前朝名家的策论，知礼兄若是不嫌弃，可拿去翻阅，或许能有所注意。多谢宇泽兄好意，只是我身子尚未完全康复，近来只打算静养，不想再劳心费神，就不麻烦宇泽兄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强求了。知礼兄好好休养便是。石宇泽，此人看似和善，实则深藏不露，血势在即，我更需谨慎，不可引人注目。还在为当年的事儿置气啊？置什么气？陈年烂谷子的事儿我早忘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怨，可你爹都这把年纪了，你心里要真没他，去年冬天又是谁听说他病了，偷偷托人送了药材过去？我那是怕外人说闲话，说我们陈家娶了儿媳妇儿，就连亲爹都不认了，跟他可没关系啊。哎呀，妹妹、富强，你们可算来了。大哥。大友哥、李婶儿，我们来给叔祝寿了，路上没耽搁吧？哎，不耽搁，快进屋，亲戚们都等着呢。父亲，南边的几家铺子账目都对完了，您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可是生意上出了什么事？叫你回来是为了一件私事，我想收一个关门弟子。收徒？父亲，您不是已经有10年不收徒了吗？就是上次救了我性命的那个丫头，和县陈家的盼儿。盼儿，父亲，他救了你，我们顾家拿金银财宝报答便是。这件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那丫头说是菩萨托梦才得了那救命的方子。父亲，怎会信这鬼神之说？那为父再问你，我们顾家不外传的预言膏方子，除了你我2人，还有谁知道？什么预言膏的方子？这绝无可能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他说也是梦里菩萨一并告知的，此女与医道有缘，是天生的奇才，我想亲自教她制药之术，让她日后能有个安身立命的本事。此事确实非同小可，所以我打算亲自去一趟和县，一来是正式答谢陈家的恩情，二来便是与他们商议收徒一事。若陈家应允，我便带盼儿去百草谷学艺；若是不允，我便在和县暂住，亲自教他。儿子明白了，我们何时动身？事不宜迟，明日一早就走。爹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么大一袋？我爹心疼我啊，把后山挖的山药分了我们大半，足足有70、80斤呢。70、80斤？我的天，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去？嫂子，我打听过了，这山药在镇上药铺能卖到200文1斤，咱们这一袋子少说也能卖个15两银子。是15两？真的假的？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怪不得回来晚了，这趟可太值了。还是有娘家好呀，有个血脉亲人能惦记着，不像我娘家那边早就没人了。嫂子，以后我们就是你娘家人。知礼哥，你这一大早去哪儿了？盼儿，我办妥了。办妥什么了？租院子的事，我租下了一个小院，离咱们家不远，清静又隐蔽，最适合咱们头粮食。真的？那租金？别担心，便宜得很。我一口气租了8个月，才花了2两银子。2两银子？他为了我的事，真是尽心尽力。我盘算好了，等吃过午饭，我就去租一辆骡车，咱们去镇上粮铺买米，地方偏，估计得跑2趟才能把粮食囤够。知礼，盼儿，这是隔壁的陆娘子。陆娘子好。哎呦，这就是知礼吧？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啊！前些日子听说你身子不好，娶了个媳妇儿冲喜，现在瞧着气色可好太多了。是啊，多亏了我们盼儿。这就是那个冲喜的丫头啊！既然知礼身子好了，这冲喜的丫头，你们家打算什么时候打发了呀？陆娘子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盼儿是我们陈家的大恩人，现在
更是我们陈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。我们家可做不出那种过河拆桥的事儿。瞧我这张嘴啊，不会说话。我家里灶上还炖着汤呢，我得赶紧回去了，改天再来串门哈。总算忙活完了，10000斤米，还附送了100多斤黄豆，这趟没白跑。潘儿的家装本又厚实了不少，月底休沐再去一趟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知礼哥，这都是你买的？跑了好几家粮铺，总算都置办妥了。这些米还有那些黄豆，都够咱们吃好久了。知礼哥，你对我太好了，为了我的事，让你这么辛苦。傻丫头，说什么辛苦？这都是我答应你的。再说，你不是也帮了我很多吗？这些都是小事，你别放在心上。知礼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你现在正是读书备考的关键时刻，不能因为这些儿女情长的事耽误了学业啊！娘，您误会了，我让盼儿帮忙，不过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好让我能够专心读书。我保证，绝不会因为他耽误我的学业。真的？你可别糊弄娘！你爹和你大哥都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，你可千万不能让大家失望。娘，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科考的事，我一刻都没放松。你要记住，考取功名才是正道，其他都是虚的。知礼，余兄，月底我府上办了个诗会，不知2位可有兴趣赏脸？徐兄想要，自然是乐意奉陪。多谢徐兄美意，只是最近家中有些杂事，加之备考在即，这样那真是可惜了。也好，学业为重。哎呦，陈兄架子可真大，守备府的诗会，多少人求都求。陈兄既然推辞，是觉得徐兄府上的诗会配不上陈兄这状元之才吗？余兄说笑了，在下不过一介寒门学子，自知斤两，备考为重，不敢懈怠，望余兄体谅。什么东西？上次汪雪莲那事儿，听说他也插领，这穷酸收拾，竟然还敢跟我讲科考，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命参加明年的院试。别以为有几分才华就能飞黄腾达，总有人能让你永远也出不了头。知礼哥，你又一夜没睡吗？这粥是给你熬的，你多少吃一点。娘，知礼哥他最近不太对劲儿，总是精神恍惚，晚上也睡不好。什么？他是不是又犯病了？我可怜的儿啊，才刚好没多久。盼儿，快去请你富明伯伯过来。知礼，快让我瞧瞧。富明，知礼他会不会是又中了毒？大嫂，放心吧，知礼只是心神损耗，身体虚弱，并无中毒迹象。知礼，你听到你富明伯伯的话了吗？好好休息，别再想那些有的没的了。虚弱？不，这根本不是虚弱。这几天我爷爷被同一个梦境缠绕。你才穷酸秀才，竟敢当我仕途，看我不让你身败名裂！陈知礼，这辈子你就烂死在牢里吧！梦里毒害我的仙灵庶子，他是不是已经前往宋江书院了？若真如此，那日后必会败露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，梦里我所学的一切，那些医书药理、经世子集，竟然都真真切切的刻在我的脑海里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盼儿他的反应，他做的一切和我的梦境竟如此契合？他断亲囤粮，还想学医备药，难道他也做了同样的梦？否则他如何能预知到那些悲剧的伏笔？盼儿，知礼哥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不多休息会儿？我已经好多了。盼儿，我听说你对诊病之药很有兴趣啊。我只是随口一提。如果顾老日后来到我们这儿，你能跟着他去江南学习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去江南？是，如果顾老真的能带你去，那来年我也会设法去江南书院伴你左右。知礼哥，我担心这冲喜的亲事终究不算数。袁家要是日后又来纠缠，或是陈伯伯和吴婶婶他们会反悔。还有知礼哥，你高中以后像别人那样纳妾。我陈知礼在此郑重承诺，此生只与你一人相守，绝不纳妾。等过些日子，我们便回村，风风光光的补办一次正式的喜宴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我陈知礼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这个家的主母。以后直接叫我知礼吧。还有爹娘，你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喊。知礼，你安心待着，等顾老前辈来了，我们再仔细商议你学医的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还是去看看厨房还有什么要忙的吧。盼儿，知礼呢？啊，知礼他在屋里呢。知礼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可是身子不适。爹，我这几日总是做梦，梦到什么了？我梦见盼儿2年后便会离开我，自那之后我便日渐衰败，每日都无心读书，夜不能寐。什么？这可不是小事儿。爹，冲喜之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盼儿他跟着我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心中总归会有些顾虑。若长此以往，心境难解，只怕这梦境便是上天的警示啊！这可如何是好？莫非真要如此？知礼，你听爹说，不如我们回村正式补办一次喜宴，将那结发、交杯酒等该有的仪式都完完整整的补上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
盼儿才是我们陈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，你看如何？爹，我早已想清楚了，我心意已决。爹，娶盼儿远比娶那些高门大户的小姐来的舒心，我也不必为了那些万里帮扶去违背自己的心意。再说，我和盼儿还年轻，可以先等3年再圆发。这3年，我可以专心读书。你这小子说的也有道理，等你娘回来了，我便与她商议补办喜宴之事。春燕，你先回屋去，我有事要跟你娘和你二叔商量。哦，好。神神秘秘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知礼他做了个噩梦。什么梦？跟盼儿有关？知礼梦到盼儿2年后就会离开他，自那之后，他便一病不起，书也读不进去了。他说这是老天爷在警示我们，冲喜名不正言不顺，盼儿心里不踏实，才会由此结束。什么？这梦能当真吗？大嫂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知礼的身体刚好，可经不起折腾。再说了，盼儿对咱们家有大恩，咱们不能让他受了委屈，心里没着没落的。可这节骨眼上补办喜宴，会不会耽误了知礼的功课啊？他明年就要下场了。行了，功课重要，知礼的命更重要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腊月初8补办喜宴，请帖发出去，把你娘家那边的人还有村里的长辈都请来，热热闹闹的办，必须办得体面。大哥说的对，就该这样。我还想着让他年前请个长假，好好休养一阵。他肯吗？不肯，他放心不下知文他们，还惦记着知文的现世。这孩子，这么定吧，下午我和富才先回村里张罗采买东西，你带着孩子们留在县城，盼儿看病方便，也不耽误知文备考。婶婶，盼儿啊，有个事儿我跟你爹商量好了。什么事？我们打算在腊月初8给你和知礼补办一场正式的喜宴，到时候你也该改口了，跟着知礼叫我们一声爹一声娘。婶婶，这太快了！我办喜宴，知礼哥日后若是高中，遇到更好的姑娘，会不会后悔今日的决定？不过有句话我也得提前嘱咐你，虽说办了喜宴，你们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，但知礼的学业为重，这几年你们还得跟现在一样分开住，万万不可因儿女私情耽误了他的前程，知道吗？分开住也好，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想清楚。陈家待我如亲生女儿，给我尊重，还让我自己管着私房钱，这样的日子我已经很满足了。都听婶婶的。父亲，您还在为盼儿姑娘的事烦心？我只是觉得可惜，盼儿那丫头天资聪颖，若能入我顾家门，假以时日，定能光大我顾家医术。孩儿明白你的心思，但我们强行将她带回江南，恐怕会惹来非议。这倒也是，名声尤其对我顾家而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既然不能直接带回，何不让她拜入大哥门下，做个继名徒孙？如此一来，盼儿姑娘既能学到我顾家医术，又不必与陈家决裂，两全其美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这样一来，她既是我顾家的人，又不必背负那种名分上的尴尬。苏和，你这脑子倒是比你大哥转得快些。父亲过奖。如此甚好。只是那美颜方子，你可得盯着，日后必须与盼儿共享利益，不可亏待了她。她毕竟是个女子，在外面闯荡不易。孩儿定会妥善安排。这般写下去，1个月应该能攒够买粮的钱了。等明年5月粮价上涨，咱们家也能多些余钱。知礼啊，还写呢，快歇歇吧。娘给你做了碗鸡蛋羹，趁热吃。娘，我没事，再写一会儿就好。等把这本写完，咱们家的粮就有着落了。瞧你，身子还没好利索，就这么拼命。读书要紧，挣钱的事儿急不来。娘跟你爹再想办法，你可别累坏了。娘，你就别担心了，这病来得蹊跷，去得也快。现在我感觉精神得很。再说书院的课业暂时落下了，我正好趁着机会多攒些银钱。等明年5月粮价一涨，咱们也能过个富裕年。哎，你这孩子就知道操心。罢了，你心里有数就好，可别熬坏了身子。娘先出去了，你吃完早点休息。顾老大夫他们到了，就在门口。到了，太好了。哎，你慢点，别急。顾大夫，顾少爷，你们终于到了。盼儿丫头，
许久不见，又出落得更精神了。苏荷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盼儿，她医术天赋极高，心地又善良。盼儿姑娘，请让大明。这张脸，这眉眼，竟与母亲如此相似，怪不得父亲如此看重她。顾大夫，顾少爷，路上辛苦了，在下陈之礼，家母无事。见过顾大夫，顾少爷。是他，梦里那个精明强干、眼神深邃的商人，就是他。原来他就是顾苏荷，顾家的少爷，难怪能说出那样奇特的赚钱法子。陈公子、吴夫人不必多礼，初次登门，薄礼不成敬意。这是给盼儿姑娘和这位姑娘的见面礼。好沉，谢谢顾少爷。顾少爷，这太贵重了。不过是些小玩意儿，盼儿姑娘不必推辞。好了好了，都别杵在门口了，先进屋说吧。啊，对，两位贵客请进。盼儿、春燕，你们随我先去灶房准备茶水和午饭。是，娘。好的，夫人。哇，夫人您看，里面都是野叶子，足足有10两呢。顾少爷真是太大方了。这是顾家的一点心意，你收好了。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，女孩子家留着将来做嫁妆。嫁妆，夫人，这够我好几年脚用了。顾家人出手确实阔绰，他们顾家世代行医，家底殷实。再者，顾大夫和顾少爷也是真心感谢你为顾家做出的贡献。你那美颜方子对他们顾家意义非凡，顾家知恩图报是好事儿。娘说的是，那我可得好好藏起来，这可是我的宝贝了。盼儿姑娘，上次说的是你考虑的如何？若能随我回江南，我顾家医术倾囊相授，你天资聪颖，未来成就定不可限量。顾老先生厚爱，盼儿心领了。只是这事关重大，不如让我爹回来，我们两家大人坐下来好好商议。盼儿这话说的有道理，两家结亲自当慎重。明日辰时便让你父亲过来，我们好好聊聊。那我也斗胆向顾老先生和苏和兄发个请帖，择定腊月初8补办喜宴，还请二位务必赏光。哦，腊月初8，好日子，盼儿丫头真是要嫁人了。恭喜知礼兄，恭喜盼儿姑娘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能空手而来。这样吧，这喜宴顾家来做盼儿的娘家人，我在城里还有处小院，便让盼儿从那里发嫁，风风光光嫁入陈家。顾老先生，这如何使得？太破费了。吴婶子不必客气，这是家父的一点心意。顾老先生，苏和兄，这份厚爱知礼铭记在心。知礼啊，那便说定了。明日辰时，让你父亲来我客栈，我们再详谈。好，晚辈恭送顾老先生。知礼兄，这是送给你们兄弟3人的一点见面礼，读书人总少不得这些。这太贵重了。小小薄礼，不必推辞。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知礼啊，顾家这般帮衬，咱们是该谢。可这给盼儿准备嫁妆，会不会引来袁家的那些麻烦？那些人可都是见钱眼开的。娘，您别担心，这事儿我再与盼儿商量。至于袁家，他们想来闹，也得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苏荷，盼儿那丫头，我是真心看好。这嫁妆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既要体面，又不能给她招惹麻烦。父亲，孩儿已经思虑妥了，预算600-700两银子，在县城置办一间铺子，再卖25亩良田，另外备200两银子做他的压箱底钱。这个数目倒也合适，既能让他婚后生活无忧，又不会太过招摇，引人觊觎。正是如此，一来为报他的救命之恩，二来也让他的身份更能稳妥些，不再受人轻视。你考虑得很周全，苏荷呀，你记住，行医济世，除了医术，更要有一颗人心，多做善事，广积福报，方能长久。孩儿谨记父亲教诲。怎么了？这是一个个都喜上眉梢的，可是有什么好事儿？爹，您可算来了，快坐，有天大的喜事要跟您说。是啊，当家的，
天大的喜事！爹，顾家父子昨日来了，顾大夫想让盼儿做义女，为他操持婚事，当他的娘家人。可不是嘛，出售那叫一个阔绰，给盼儿和春燕的见面礼都是装了10两银叶子的荷包。顾家竟有此意，那可是天大的脸面。顾老先生可有提及要带盼儿去江南学医的事情？提了，爹。说是顾老先生愿意带盼儿去江南学医，我举双手赞成。爹娘，我已经想好了，等我明年院试结束，就去江南书院读书。这样一来，我和盼儿就能在江南相守相伴，各自求学，共同进步。知礼哥，好啊，知礼，你有此规划，为父很欣慰啊。那盼儿的嫁妆，我们可得好好合计合计，万不能在顾家面前失了礼数。当家的，这事儿你不用愁了。顾大夫说了，盼儿的嫁妆他们顾家全包了，一应事务都由他们操持。好啊，好，如此一来我们就放心了。春燕那丫头，不如让她也跟着去江南学些医术的皮毛，将来也好为自己寻个好婆家，多一份底气。爹娘，哥哥姐姐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听着好热闹。爹啊，我看这事恐怕不行。燕春那丫头玩性大又好动，让她静下来学医，只怕是为难她了。再说医术可不是皮毛就能学好的，那是要下苦功夫的。算了，也别勉强了，她就不是那块料。以顾家的底蕴，这嫁妆定然是十里红妆，丰功无限，但这些都不是我所在意的。盼儿等我功成名就，定要凭我自己的双手，给你一个更安稳、更幸福的将来。爹娘，顾大夫和顾公子来了，快随我出去迎接贵客。陈兄不必多礼，顾大夫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恕罪，快请进屋里坐。陈兄弟妹，我今日前来就是想把昨日说的事再细细敲定一下。我打算正式认下盼儿做义女，待到她出嫁之日，便由我顾家充当她的娘家，为她操持嫁妆，让她风光出嫁。为此，我已在镇上租下了一处独门小院，让盼儿从那里发嫁，也算全了礼数，不让人小瞧了去。顾伯伯你，晚辈替盼儿谢过您的厚爱，只是您与我们素不相识，却待盼儿如亲生女儿，这份恩情我们陈家莫齿难忘。但盼儿是我唯一的家人，就这么让她随您远赴江南，晚辈心中实在放心不下。贤侄的顾虑我明白，人之常情，你是个有担当的。这样吧，待到喜宴那日，我请回春堂的陆老大夫，还有本县的黄县令一同前来观礼作保，由他们2位做个见证，你们可还放心？黄县令也要来，哎呀，天大的好事儿！有县令大人在场，不仅是给盼儿撑腰，更是给知礼的未来铺路啊！日后不管是院士还是仕途，都能多一份照拂。顾大夫，您这份情谊重于泰山，只是这嫁妆若是太过丰厚，我怕那袁家会像闻到血腥的苍蝇，再生事端，前来纠缠不休啊！陈兄思虑周全，这事我早有计较。明面上我们只给盼儿陪嫁些价值20-30两的寻常备入家时，赌注悠悠众口。另外，我在私下备下一间铺子和20亩良田的契书，不入嫁妆单子，悄悄交给盼儿。如此既保了孩子的体面，也免去了无谓的麻烦。哎呀，还是顾大夫想得周到，这法子好，这法子好啊！顾大夫深谋远虑，我等佩服。那此事就这么定了。我看10月初10是个好日子，我们便在那日动身前往江南，也能避开入冬后的大雪封路。你们看如何？好，全听顾大夫安排。妍儿，你爹看中了现学孟先生家的独子，那孩子才17，就已经是秀才了，家境跟咱们也门当户对，将来前程差不了。虽然个子矮了些，可男人嘛，靠的是本事，个子高又不能当饭吃。娘，你有完没完啊？我不想听这些。妍儿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陈之礼已经娶了那个冲喜的丫头，你不能再耽误下去了。再说了，陈家有什么好的？地地道道的村里人，家底哪能跟孟家比呀？陈之礼自己也只是个童生，身子骨还不好。我可听说了啊，他请了长假，年前都不去书院了。都怪你啊，娘，都怪你一直拖拖拉拉。要是早点跟陈婶子把话说开，现在嫁给知礼哥的人就是我。我到底哪点比不上一个冲喜丫头？你说她只是个冲喜的，那就算不得什么正经妻子。大不了以后收她做个妾就是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
娘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嫁不了陈之礼，我也一定要嫁进陈家，哪怕是做他的弟妹，我也在所不惜。糊涂，你真是糊涂！相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？我原以为你是最乖巧懂事，没想到你竟是如此偏执。我在外面辛辛苦苦把这个家交给你，你看你把3个孩子都管成了什么样子？相公，妍儿只是一时想不开嘛，你别动气。我不是一时想不开，我就要嫁陈之礼，我这辈子就认定他了。你要嫁，人家就得娶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天王老子吗？陈之礼给过你什么承诺？据我所知，他跟你话都没说过几句。从现在起，你就给我在房间里好好待着绣花，一步也不许踏出房门。还有你，以后采买都让下人去，你就给我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。要是2个儿子再不争气，就别怪我纳妾，把你们母子3个全部送回乡下老宅去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。好，好啊！夫妻对拜。陈状元和袁大夫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哎，可不是嘛，一个为官造福百姓，一个行医救死扶伤，这是咱们庆州府的佳话呀。盼儿，今日义父为你主婚，心中甚是欢喜。这是义父为你备下的贺礼：2田100亩，商铺3间。无徒之才，不输男儿。往后要与知礼互相扶持，继续悬壶济世，将顾家医术发扬光大。多谢义父，盼儿定不负所望。岳父大人请放心，小婿一定会一生一世待盼儿好。盼儿，你总算是我们陈家名正言顺的媳妇儿了，让这心里石头总算落地了。是啊，嫂子，以后咱们一家人就更热闹了。娘，小妹，有你们在，我心里是暖的。累了吧？不累，心里是暖的。之礼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真正的家。傻丫头，是我要谢谢你。若没有你，我陈之礼或许早就是一杯黄土了。对了，我娘学士托人送来的信，你看了吗？看了，他说他知错了，希望你能原谅。我也让夏冉捎去些银钱，算是了却最后的牵绊。至于原谅，就让时间说去吧。段亲书生效，他和袁梅子再也不能纠缠。听说袁梅子嫉妒我，四处挑拨，后被哥嫂厌弃，最后嫁去了乡下。也好，各自安生便是最好的结局。还有陆家和汪雪莲那边，你也无需担心。陆家小姐已嫁作人妇，与我们再无瓜葛。汪雪莲嫁的余家屡试不第，家道中落，她如今自顾不暇，再不敢来生事。都过去了，我们只看以后。盼儿，知礼为师有事要相商。盼儿，你可还认得此物？我偶然发现这玉佩上的纹样，竟是江南望族沈家的信物。孩子，我们是你的亲人。当年战乱，你与家族失散，我们找了你20年。我是沈家的女儿。我们知你如今已成家立业，医术超群，生活美满，我们为你骄傲。我们不求你回归宗族，只愿能在暗中照拂你，让你此生无忧。多谢你，但对我而言，陈家与顾家早已是我的根。